大家好，我是吴明老师，感谢您收看本集节目。你喜欢算命吗？不管是紫微斗数、八字、手相、面相、星座、塔罗牌、梅花艺术等等，相信这些算命术都是大家探寻未知未来的方式，希望透过这些方法了解自己未来的吉凶祸福、夭寿贵贱，并期望借由算命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或许大家并不知道，世间流传着一本改变命运的书，而且完全不需要拜师学习繁复的命理知识。这本神奇的书能够让人实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神奇改变命运的方法和目标。真正理解这本书的人，通常不会去算命，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算命，且没有人能够准确算出他们的命运。甚至不要说算命界的高人啊，哪怕是天上的神呢，也都算不准他们的命。到底是哪一本书那么神奇？那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本改变命运之书《了凡四训》。相信现在很多同学一定充满疑惑，可能会说，不对啊，吴明老师，你明明是精通紫微斗数的专家，为什么会推荐我们阅读《了凡四训》这本改变命运的书呢？不就是在挑战自己长期推崇的紫微斗数，而更加强调这本《了凡四训》对于改变命运的重要性吗？在这里，吴明老师要明确告诉大家，没错，当你领悟了《了凡四训》的奥秘后，你原本被老天安排好的命运将会彻底改变。哪怕你的命运看似糟糕，透过实践了凡四训，你也能够将这份糟糕的命运转变成好运。这就是了凡四训这本命运之书厉害的地方。各种算命术终将在你眼前失效，算命老师对你的命运已无法算出个究竟，因为你已经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方法，何必再仰赖算命去预测未来的发展呢？当初吴明老师踏入紫微斗数的学习之路时，吴明的师父首先教导吴明老师阅读的是《了凡四训》这本书。相信大家一定跟吴明老师一样困惑，我是来学习紫微斗数，而师父却先教我们去理解了凡四训。当时的确让老师学得有点怀疑人生，难道不是应该直接学紫微斗数吗？然而随着吴明老师多年替人论命的经验累积，也渐渐明白师父隐藏的深意。原来师父早已领悟到命由己造的真理，他希望我们了解，改变命运的关键在于自我修正、行善积德。算命只是一个过程，而你的人生不应该受命运齿轮所操控，更不应被宿命的观念所束缚。反而，我们应该自己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最终放下命理，寻找真实的自我。或许这正是师父当初期望吴明老师学习命理前先了解了凡四训的原因。因为这样，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根基被种植在心灵的深处，让未来的我能跳脱出命理的框架，进而帮助更多人找到命由己造的方法。了解当初师父的用心，让吴明老师深刻由衷的感激师父当初的
用心良苦。大家都熟知《了凡四训》是袁了凡先生晚年写给儿子袁天启的4篇家书，期望后代子孙能够传承这份智慧，流传了400多年至今，广受推崇，被誉为改造命运的宝典。全书分为4个章节，包含第1章立命之学，第2章改过之法，第3章积善之方，第4章兼德之效。若能深刻体会了凡四训中的道理，并在生活中实践，将有助于改变命运，实现个人愿望。然而，这个神奇改变命运的秘密却很少有人了解。或许有人会问，不是很多人都读过了凡四训吗？吴明老师告诉大家，这是因为大多数的人喜欢听了凡四训中的真人真事，却不喜欢将其付诸实践。因此，读完了了凡四训的人多半熟悉的是第1章立命之学中讲述了袁了凡先生一生的传奇故事，内容引人入胜，深受喜爱。然而，当涉及第2章改过之法时，很多人就感觉实践起来困难，匆匆略过。接着第3章积善之方和第4章谦德之效，往往只被略读，甚至忽略。确实，我相信绝大多数读完了凡四训的人，永远会深刻记得其中那些精彩神奇的故事，却往往忽略了袁了凡先生对我们提出要力行立命、改过、积善、谦德的劝诫。因为这些建议对一般人来说，讲起来固然容易，但付诸实践却十分艰难，有种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的感觉。因此，了凡四训虽然明确告诉我们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方法，而且是不花钱又简单易懂的道理，但实际付诸实践的人却相当稀少。相反的，很多人宁愿花费大笔金钱去求助算命，甚至请人改运、改命，却未发现了凡四训早在400多年前就已经提供了方法和答案了。我们说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来深入了解了凡四训的核心内容。然而，很多人可能并未完整地、有系统地阅读这本命运之书。吴明老师在此分享如何能够有系统地阅读了凡四训，并完整地力行其中的立命、改过、积善、谦德这些改变命运的过程。接下来，吴明老师将介绍了凡四训的章节顺序，可能与传统的了凡四训方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现代，如果按照原有的顺序，从第1章立命之学、第2章改过之法、第3章积善之方、第4章谦德之效的方式进行，大多数的人在第2章改过之法就可能感到困难且容易放弃。因为改变自己对一个人来说确实非常困难，尤其是长期的习惯。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勇气，大多数的人很难撑过第2章改过之法，并继续往下实践下去。袁了凡先生当初可能是希望透过简单的方式，逐渐让自己的儿子袁天启领悟书中的道理，但实际上，立命、改过、积善、谦德其实都可以同时进行。
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实践的先后顺序，重点在于如何让人们真正实现了凡四训中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成果。顺序并非关键，而是如何使人们真正完成立命、改过、积善、谦德这些章节的实践才是关键。因此，吴明老师分享了凡四训的经验，可能与大家平时所见的书籍和影片的顺序有所不同。首先，我们将从谦德之效这一章开始实践。吴明老师依旧会先念述各章节的原文，然后以白话的方式解释原文，并加入吴明老师自身的一些见解和心得。此影片漫画素材取自马来西亚全职漫画家林巨勤先生的《了凡四训》漫画版本。再次感谢全世界那么多无私奉献推广了凡四训的同道之人，一起努力引导大家走向实践了凡四训的道路上，期望大家最终都能够实践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成果，使福报延续子子孙孙，长长久久。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了凡四训的修行之旅吧。第一章，谦德之效。为什么吴明老师要让大家从谦德之效这章节开始呢？因为在这末法时代，对一般人而言，改过与积善是相当困难的起点，唯有谦虚是每个人都能立即实践的行为。这一段了凡四训也将解释谦虚的好处。单单拥有谦虚，就能获得易经当中每一根爻都是吉利的牵挂。因此，我们应当即刻改正骄傲的个性，诚心做一个谦虚的人，自然能够趋吉避凶，并获得满满的益处。因为天地鬼神都会因为你的谦虚而来帮助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谦德之效的修行之门吧。亦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这两句话的解释在易经谦卦上有说明。在天的道理中，无论什么事物，凡是骄傲自满的都会遭受损害，而谦虚的人将得到益处。地的道理也是如此，无论什么事物，凡是骄傲自满的也会被迫改变，不允许其永远满足。而谦虚的人如同有凹陷的地方，水流会持续流向它，使其滋润不干枯。鬼神的道理则是，凡是骄傲自满的人会遭受损害，而谦虚的人便会让他受福。在人的道理中，人们倾向厌恶骄傲自满的人，却喜爱谦虚的人。易经中包含64卦，它所叙述的是天地阴阳变化的法则，并传授给人们做人的智慧。在每一卦爻中都包含了吉与凶的元素。凶卦提醒人们要弃恶从善，而吉卦鼓励人们不断自我超越。然而唯独谦卦格外特殊，其6个爻皆带有吉祥之兆。书经中也载明，自满的人必遭受损害，而谦虚的人则会受到益处。
在这里，无名老师特别与大家分享易经牵卦的神奇之处。在易经64卦中，牵卦被视为最擅上的第一级卦，是改变命运的天机。易经共有64卦，每个卦都包含6个爻位，总共是384个爻。在这众多的卦中，牵卦显得格外特殊，6个爻的排列都呈现吉利之象，这就是命由己造的奥妙之处。只要力行谦虚，就能实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神奇改变命运的方法和目标。第三牵卦是易经4大吉卦之一，也是易经64卦中6爻阶级的特殊卦象。牵卦的原文为谦亨，君子有终，意指谦虚通达的君子最终会获得良好的结果。在序卦传中说，有大的成就时，不应该让心满意，应该持谦虚的态度。这也印证了袁了凡引用《书经》中满招损，谦受益的由来，强调了古代圣贤对谦虚的叮咛。袁了凡进一步引用篆词：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喻，君子之中也。此引述强调天地神人皆以谦虚为善行之基础，因此在众多卦象中，牵卦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能完美展现出6爻阶级的状态。换言之，谦虚的人就如同人生开外挂的秘诀。希望大家能努力理解谦虚的重要性，好好的去实践，获取开外挂的能力。而袁了凡也举例了几则表现谦德而受益的故事，以验证上2句所说的意思。与吕同诸公应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辛未记写，我家善同袍凡10人，为丁敬与宾，年最少，极其谦虚。余告费锦颇曰：此兄今年必第。费曰：何以见之？余曰：为谦受福。兄看10人中，有循循款款，不敢先人，如敬语者乎？有恭敬顺承，小心谦畏，如敬语者乎？有受侮不达，闻谤不辩，如敬语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诱之，其有不发者，即开榜，丁果众事。我多次与许多人一同应考，每每遇见那些贫寒的读书人，当他们即将取得考试成就时，脸上总是展现出一片谦和而安详的光彩，那种光仿佛可以用手捧起来的样子。辛未年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同乡参试的人有10人，其中唯有丁敬宇年纪最轻，且极为谦虚。我告诉同行的费锦颇说，这位年轻朋友今年一定能考中。费锦颇问，怎么看得出来呢？我答，只有谦虚的人才能受福报。我们这10人中有真诚厚道，事事不敢抢在人前，有恭恭敬敬，处事多肯顺受，谦逊小心，有忍受人侮辱而不回嘴，听到诽谤也不争辩，
这个人就是丁敬宇。如果能够做得到像他这样，就算是天地鬼神也都会保佑他，岂有不成功的理由？果然，等到那年放榜时，丁敬宇果然考中了。丁丑在京，与冯开之同处，见其虚己恋容，大辩其幼年之习。李继言直量亦有，时面攻其非，但见其平怀顺受，未尝有一言相报。余告之曰：福有福始，祸有祸先，此心果谦，天必象之。兄今年绝地矣。已而果然。丁丑年间，我在京城与冯开之同住，注意到他总是虚心自谦，面容和顺，一点也不骄傲，这大大改变了他小时候的习气。他还有一位正直诚实的朋友李继言，经常当面指责他的错处，但他总是平心静气地接受朋友的责备，从来不反驳一句话。我告诉他说，一个人有福，一定有福的根苗，有祸也一定有祸的预兆。只要这颗心能够谦虚，上天必然会帮助他。冯开之老兄，今年你一定会考中。果然，后来他真的考中了。赵玉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于乡，久不第。其父为嘉善三尹，随之任。目前名无，而直闻见之，名无。悉抹其文，赵不威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赵玉峰，字光远，是山东冠县人，不到20岁就中了举人，后来多次参加会试，却屡次不中。他的父亲是嘉善县的主簿，赵玉峰随父亲到任，他对嘉善名士钱明吾的博学感到羡慕，并渴望学习他的知识，就主动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请教他。然而钱明吾竟然毫不客气地拿起笔，把他的文章全部涂掉。面对这样的情境，赵玉峰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心服口服，迅速改正了自己文章的缺失。对于这位如此谦虚受教的年轻人，实在难得一见。到了明年，赵玉峰终于顺利通过考试，成功进入仕途。人陈岁，语入谨，物下见所，见其人气虚意下，谦光逼人。归而告有人曰：凡天将发斯人也，未发其福，先发其慧。此慧一发，则福者自食，嗣者自恋。见所温良若此，天启之矣。即开榜，果中试。壬辰年，我前往京城谒见皇帝，偶遇一名叫做夏建所的读书人，他的气质显得虚怀若谷，毫不骄傲，谦虚的神采令人印象深刻。回来后，我就告诉朋友说，当上天欲使一个人发达时，在赐予他福气之前，必定先启发他的智慧。这种智慧一旦开启，使得原本浮华的人自然变得诚实，放肆的人也自动收敛了。夏建所展现的温和善良已达令人惊叹的地步，这是老天已经愿意赐予他福气的明显迹象。果不其然，等到揭晓榜单的时候，他顺利考中了。
江阴张魏言，积学公文，有声义林。甲午，南京乡试，御夷寺中，揭晓无名，大骂士官，以为咪目。时有一道者在旁微笑。张惧一怒道者，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张亦怒曰：鲁不见我文，吾之不佳。道者曰：文作文，贵心气和平。今听公骂吏，不平甚矣。文安的公，张不觉屈服，因就而请教焉。江阴的一位读书人名叫张魏言，学问渊博且文笔出众，享有良好的声誉。在甲午年南京乡试中，他寄宿在一座寺院中。然而，当放榜之日来临时，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并未列在榜单上。他感到极度的不满，对考官大加斥责，质问考官难道看不出他优秀的文章吗？这时，一位道士在一旁笑了起来，引起张魏言的怒火。他立即将愤怒发泄到这位道士身上，质问道士如何胆敢论断他的文章。道士却淡然回应说：你的文章一定写得不好。张魏言更加激动反驳：你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怎么知道我的文章不好呢？道士微笑地说：我常听人说，做文章要紧的是心平气和。现在听到你大骂考官，表示你的心情极不平静，充满了暴躁。这样的状态又怎么可能写出好的文章呢？张魏言听后觉得这番话颇有道理，因此转向道士请教。道者曰：重权要命，命不该重，文虽公，无益也，须自己做个转变。张曰：既是命，如何转变？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不可求哉？张曰：我贫士，何能为？道者曰：善事因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且如谦虚一节，并不费钱，你如何不自反，而骂士官乎？道士淡定地说：要考中功名，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若命理中注定不中，再好的文章也无济于事。一定要你自己做个转变才行，且必须由你自己着手。张魏言追着问：既然是命运，又如何改变呢？道士解答说：虽然造命的权利在于老天身上，但立命的权利在我们自己手上。只要你愿意努力行善，多积累阴德，福报自然随之而来。张魏言疑问说：身为一位穷书生，我能做些什么善事呢？道士劝说：行善积阴德，源于内心。只要你持之以恒的行善，积累阴德之心，你的功德将是无穷无尽的。就像谦虚这件事也能积阴德，而且谦虚又不需要花钱。你为何不自我反省？是你自己反省的功夫太差，不够谦虚，而不是责怪考官的不公平呢？张由此折节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孟至一高房，得仕路一册，中多缺行。问旁人曰：此今科仕路。问何多缺名？曰：科第阴间3年一考教，
须积德无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系就该重视，因心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后指一行云：汝3年来，持身颇甚，或当补此，性自爱。是科，果中150名。张魏延听了道士的劝说后，从此谦卑了许多，压低了一向骄傲的志向，努力把持自己的行为，每天行善积德。到了丁酉年，有一天，他梦见自己身处在一座高楼，看到一本记载考试录取名单的册子，其中有许多空缺。张魏延不解地问旁人：“这是什么册子？”那人说：“这是今年考试录取名册。”张魏延追问：“为什么册子上有那么多缺行？”对方解释道：“阴间每3年审查一次参与考试的人，只有积德无过的人才有名字登记在册。前面的缺额代表曾经应该考中的人，但因为他们近期犯下有罪过的事情，所以被删去名字。”那人指着一行说：“你这3年来很用心把持自己，没有犯罪过，或许你能填补这个空缺。希望你珍惜自己，切勿犯过错。”果然，张魏延在这次考试中成功的考取了第105名。由此观之，举头3尺，绝有神明；趋吉避凶，断然有我。须使我存心至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虚心趋己，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机。彼弃盈者，必非远弃；纵发亦无受用。稍有实践之事，必不忍自暇其量，而自具其福也。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由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由上述故事可知，举头3尺有神明监察着人的行为，因此利人吉祥的事情要赶快去做，损人凶险的事情就要避而远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性，约束一切不善之举，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并保持虚心，愿意迁就而不骄傲，才能让天地鬼神时刻怜悯我们，建立受福的基石。怀有傲气的人通常缺乏伟大的胸怀，即便暂时取得成功，也难以维持长久。稍有见识的人一定不肯把自己的度量变得很狭窄，去拒绝可以得到福报。此外，谦虚的人能够接受教训，乐于向人学习，尤其是向行善的人取经，这样不断的习得善行，使得善就无穷无尽了。这对于追求尽德修业的人，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古语云：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沉沉方便，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有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尝有真志，不过一时一兴耳。兴到则求，兴阑则止。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其数几乎？与于科名亦然。古话有云：有心求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心求富贵者，必得富贵。一个人若拥有宏大的志向，
就如同树木生根一样，树有根，必然会生出枝叶繁茂。人若想立定伟大的志向，就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都保持谦虚，即便是极微小的事情，也应该考虑他人的方便。若能做到这点，便能感动天地，造福全人类，建立真心的志向，并努力实践，就能造福自己。相较于现今那些追求功名的人，当初缺乏真诚，只是一时兴致，兴致一来便去追求，一旦兴致消退便放弃。孟子曾对齐宣王说，如果大王的音乐爱好能够达到极致，或许齐国的运势会因此兴盛。然而大王的爱好只是个人寻求快乐的过程，若能将追求快乐的心情扩展到与众同乐，让百姓也能分享欢乐，那么齐国怎可能不兴盛呢？求取科举也是如此，若能将追求科举的心境转化为积德行善，全心全意去实践，那么命运与福报都将由己所定。我们已经完成第一章节谦德之孝的学习过程，下一章节我们将继续来实践积善施方的修行之路。最后，无名的师父说，了凡四训中有两句名言：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不求哉？以及善事因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且如谦虚一节，并不费钱。因此，谦虚既不花钱，却又能广积阴德，加上之后有能力行善事，又能再积功德，那还有什么福报是无法获得的呢？这道理真的很简单啊！因此，无名老师建议大家从谦德之孝开始着手，相较于先立命、改过、行善这三种方法，优先改变自己的谦虚态度，对于改命、改运更加迅速且有效。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哦。前面无名老师引导大家，首先着手实践谦德之孝。这种修行着重在于谦虚，因为谦虚既不花钱，又能获得福报。当谦虚成为生活习惯后，进入积善之方的修行就会变得更加简单。用谦虚之心积善，自然会发自内心的行善，这使得积善之方的修行就变得更加容易。在这章节中，我们将分享积善之方的故事，而善的定义则留待下一章节说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了凡四训，积善之方，皆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修行之门吧。亦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易经第一章就明示了一个做善事的天机，那就是积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很多福分喜庆之事，而相对的，积不善之家则必然遭遇厄运和不祥之事。易经之所以以家庭、家族来阐述积善的观点，而非以个人来诠释，是因为积善不仅能够改变个人命运，更具有延续福报至后代子孙的特殊价值。
相对于个人在这辈子积累的财富，可能会迅速耗尽，甚至有富不过3代的说法。个人努力所得到的财产，在后世子孙身上，可能因战争、抢匪、小偷等原因而流失殆尽。然而，积善却拥有独特的特质，积累的善行和德行将被上天永远记录着，没有人能够偷走、抢夺或欺骗带走。即便你离世了，你的后世子孙仍能享受这些福报。在这末法时代，人们逐渐遗忘这古老的智慧，只追求眼前利益，并吝啬去行善积德，那就无法实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理念了。而在行善积德的过程中，许多人渴望及时获得上天的回报，然而若未即刻得到回馈，往往会感到沮丧，甚至放弃去实践善行。有些人认为实践善行，福报并无法立刻回馈给自己，可能更倾向于追求当下的享受，认为花费在享乐上更为实际。但是他们或许未能领悟到自己下辈子可能转世为自己的子孙，而自己所积累的业力果报将无法因行善而消除，最终将再度影响到自己的命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教诲，在于告诉众人，福报是一种长远且持久的享受，而不仅仅追求眼前的短暂享乐。这是因为只追求当前乐趣，命运难以改变，生生世世仍会受到命运齿轮的掌控，这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哦。接下来，袁了凡先生也举例了10几则表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故事，借以彰显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真实展现。让我们透过这些故事，感受善行的深远影响吧。习言氏将以女婿叔良和，而立续其祖宗积德之长，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孔子称顺之大孝，曰：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皆治论也。是以往事争之。从前有一姓严的人家，想要将女儿嫁给叔良和，也就是孔子的父亲。严姓家族细细检视了孔家的种种行为，发现孔家祖先的积善之德非常丰富且历久弥新，所以预知孔家的后代必定会兴盛昌隆，而孔子即为孔家的后代。孔子曾赞美舜的孝行非同凡响。孔子说，像舜这样的大孝，不仅让祖先享受祭祀的尊荣，而且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能保有这份福分，不至于失落。这些都是善，非常切实可行的说法啊。现在我们将透过过去的真实故事，进一步证实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功德。杨少师戎，建宁人，是以嫉妒为生，久与息长，横流冲毁民居，溺死者顺流而下，他周皆捞取货物，独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而货物亦无所取，乡人吃其余。待少师复生，家见狱，有神人化为道者，与之曰：汝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贬之，即今白兔坟也。后生少师，若冠登第，位至3公，家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孙贵盛，
至今尚多贤者。曾有一位做过少师，名叫杨龙的先贤，家族世代以摆渡为生。有一次，大雨持续不断，溪水暴涨，洪水涌入，摧毁了许多房屋。其他人的船只都在捞取水中飘来的财物，唯独杨龙的曾祖父和祖父只专心救助水中漂流的灾民。水上漂流的财物一件都不捞取，乡人都偷笑他们是傻瓜。随着杨龙的父亲出生后，家道逐渐富足。有一天，一位神仙化为道士的模样，告诉杨龙的父亲说：你的祖父和父亲因积累了丰厚的阴德，后代子孙应该能够繁荣昌盛，可将你祖父及父亲葬在某一个地方。杨龙的父亲依照道士的建议，在所指定的地点安葬了他的祖父和父亲。这座坟墓即是被誉为风水宝地的白兔坟。后来杨龙在20岁时就中了进士，开启了仕途之路。他一路升官，最终做到位居3公的位置。皇帝甚至因此尊其曾祖父、祖父、父亲与杨龙同等的爵位。杨龙后代子孙依旧繁衍兴旺，直至今日，他们的家族仍然有许多杰出之人辈出。银人杨自成，初为县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时现宰严肃，偶踏一球，血流满前，而怒犹未息，杨贵而宽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背礼，不由人不怒。自成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今勿喜，许且不可，而况怒乎？宰谓之计言。浙江宁波的杨自成，初为县里的文书官，以其厚道正直、守法公正而闻名。当时的县官严格而方正，曾因某次质问而激怒醉打了一个囚犯，导致该囚犯血流满面地躺在地上。即便如此，县官仍难以平息心头怒气。此刻，杨自成谨身跪地，代表该囚犯向县官求情，恳请宽恕。县官冷淡地表示，这囚犯违反法令，背离正义，怎能不激起人的怒火呢？杨自成则一边叩头，一边深情地说：今朝廷已没有明确的是非可言，人心因此散失很久了。审问案情若已得到实情，我们应该怀着对囚犯的哀怜和体恤，而非沾沾自喜，更不能因问出了案情就感到欢喜。因此，如果欢喜都不可以的话，又何以可以因此发怒呢？杨自成言辞中的深刻道理，让县官深感感动，脸上严厉的神情也顿时和缓，不再因此事发怒。家甚贫，馈夷亦无所取，欲求人乏粮，常多方以济之。一日，有新囚数人待捕，家又缺米，给囚则家人无食，自顾则囚人堪悯，与其父商之。父曰：囚从何来？曰：自杭而来。沿路忍饥，菜色可橘，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后生2子，长曰守臣，次曰守止，为南北吏部侍郎。
长孙为刑部侍郎，次孙为四川连县，又据为名臣。今楚廷、德政，亦其意也。杨志成家境虽然贫困，但他一向不接受他人的政务。面对囚犯的缺粮困境，他总是想尽办法提供援助。有一天，来了一批新的囚犯，因饥饿难耐，杨志成家里刚好也即将缺少米饭。在面临将剩余米饭供给囚犯的抉择时，他深知这关系到自己家人的生计。然而，他不忍心眼见那些囚犯饥饿难耐，于是决定与妻子商量。杨志成的妻子问他，这些囚犯是从何而来？杨志成回答说，他们从杭州来，一路上忍着饥饿，脸色苍白无血色，仿佛可以用手捧起来一样。于是夫妻两人决定用剩余的米饭煮稀饭，以解困境中的囚犯之饥。随着时光流转，杨志成的家庭拥有了2名儿子，分别为杨守成和杨守子。这2位儿子一路晋升至南北吏部次郎的官职，而他们的大孙子更成为了刑部侍郎，小孙子也做到了四川按察司的职位。2位儿子和2位孙子都成了名臣，而今有2个著名的人物，叫杨楚廷、杨德正，也都是杨志成的后代。西正统间，邓茂期倡乱于福建，市民从贼者甚众，朝廷起鄞县张都献凯南征，以击擒贼。后委布政司谢都事，搜杀东路贼党，谢求贼中党副策级，凡不负贼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约兵至日，插其门首，借军兵无妄杀，全活万人。后谢之子谦，中状元，为宰辅。孙丕，负重探花。从前在明英宗正统年间，一位名叫邓茂期的土匪首领在福建地区掀起叛乱，当地的读书人和百姓有很多人跟随邓茂期参与叛乱。为了平息这场叛乱，皇帝任命了曾担任都御史的鄞县人张凯前去讨伐。张凯用计抓住了土匪首领邓茂期，随后他委任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谢都事，负责搜捕剩下的匪贼。谢都事得知需杀匪贼，但不愿意胡乱杀人，因为担心误杀无辜，于是他开始寻找贼党的名册，找出不与贼党合作，名册中未有其姓名的人，并暗中发放白布小旗，与这些人约定，当搜查贼党的士兵到来时，这些人就在自家门口插上白布小旗，严令官兵不得乱杀。透过这项措施，成功避免了多达1万人的误杀。谢都事的儿子谢谦后来考中状元，最终升至宰相之职，而他的子孙谢丕则成为了探花。这是一段令人敬佩的故事，展现了谢都事智慧和人道主义的一面，也为他的后代带来了卓越的成就。莆田林氏，先是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诗人，求取给予之，无倦色。一先化为道人，每旦所食6、7团，母日日与之，终3年如一日，乃知其成也。因谓之曰：吾食汝3年粉团，
何以报汝？府后有一弟，葬之，子孙官爵，有一生马子之数，其子依所典葬之。出世即有9人登第，累代簪缨甚盛。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在福建省莆田县的林家，上一代的老太太热心于善事，经常亲手制作粉团，供应给穷人。只要有人向她求取，她总是乐意给予，并从未流露出丝毫的不耐烦。其中有一位仙人，变化成道士的模样，每天早晨都向老太太请求6、7个粉团。老太太每日如数供给，甚至连续3年都未有任何抱怨。仙人深知她行善的真诚之心，于是对她说道：我已经吃了你3年的粉团，我该如何报答你呢？这样吧，你的府上后面有块地，若葬在这个地方，将来子孙获得官爵的，就会像一生的麻子那样的多。老太太过世后，她的儿子按照仙人所指的地方埋葬了她，结果林家的子孙第1代就有9人考中科举，之后林家的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非常多，因此在福建省流传着一句谚语：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家去复考，就不能够发榜的传言。冯卓安太史之父，为义祥生。隆冬早起复学，路遇一人，倒卧雪中，门之，半将矣。遂解己棉裘一只，且扶归就苏。梦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诚心，吾遣韩琦为孺子，即生卓安，遂名其。冯卓安，太史的父亲，在他仍是现学秀才的时候，经历了一场寒冷的冬日清晨。当时他正前往县学进行学习，途中遇到一位倒在雪地的人，用手去摸他，已经一半冻僵，几乎就快冻死了。冯老先生迅速将自己身上的皮袍卸下，替这位陷入危险的人穿上，随即扶持他回到家中，成功的救回他的生命。冯老先生救人之后，夜里梦到一位天神向他宣誓：你救人行为完全源自一片诚挚之心，因此我将派韩琦投身到你家，成为你的儿子。而韩琦是谁呢？他是宋朝一位文武兼备的杰出官员，在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担任过10年的宰相，是一位杰出且与范仲淹齐名的大人物。等到后来冯卓安出生了，于是命名叫冯琦，后来官拜礼部尚书。台州应尚书，壮年习业于山中，夜鬼笑疾，往往惊人，功不惧也。一夕闻鬼云：某妇以夫久客不归，恩姑逼其嫁人，明夜当亦死于此，无得待矣。宫前麦田，得银4两，即为作其夫之书，寄银还家。其父母见书，以手记不累，疑之，继而曰：书可假，银不可假，想而无恙。父遂不嫁，其子后归，夫妇相保如初。在浙江台州，有一名名叫应尚书的读书人，壮年时期在山中读书，夜晚鬼魅经常聚集在一起，发出吓人的声音。
但应尚书却毫不惧怕。有一天夜里，应尚书听到鬼魂说话，有一位妇人因为丈夫长期未归，公婆以为儿子可能亡故，因此逼迫她改嫁。为了保守节操，她不愿改嫁，所以明天晚上打算上吊。我终于找到一个替死鬼来替代我了。应尚书听到这番话后，动了救人之心，他暗地里将自己的田产卖了4两银子，随即假造了一封她丈夫写给家里的信，连同银两一起寄回妇人家里。然而她的父母看到这封家书，怀疑书信的笔迹不像儿子的，所以怀疑这封家书是假的。但后来又说，书信可以造假，但银子可是真的，不会是假的，认为儿子应该安然无恙，才会寄回银两。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强迫妇人改嫁别人。最终他们的儿子真的回来了，一家人重新团聚，恢复了从前的和乐生活，就如同新婚时那样幸福。公又闻鬼语曰：我当得代，奈此秀才坏无事。旁一鬼曰：尔何不获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阴德尚书矣，吾何得而获之？因公因此亦自努力，善日加修，得日加厚。欲岁饥，则捐谷以赈之；欲亲戚有疾，则委屈维持；欲有横逆，则反躬自责，怡然顺受。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某日，应公再次听到鬼魂的对话，说：我原本找到一个替死鬼代替我，无奈被这秀才坏了我的事。一旁的鬼魂问道：为何不报复他呢？那位鬼魂回答：这人心地善良，积累了阴德，天帝已经派他担任阴德尚书了，我怎能再加害他呢？应公听了这番对话后，更加努力激励自己，每天都努力不懈地从事善事，他的功德日益增加。遇到饥荒或天灾时，他总是慷慨捐助粮食，救助灾民；遇到亲戚陷入困境，他必定竭尽所能帮助对方渡过难关。面对逆境，应公常常自我反省，承担过失，平心静气地接受现实，丝毫不抱怨命运或抱怨他人。应公如此实践行善的态度，因此他的子孙得以获得功名和官职，这样的福报一直延续至今。常属许凤竹氏，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为同义之唱，又分谷以赈贫乏。夜闻鬼唱于门曰：千不匡，万不匡。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相续而呼，连夜不断。是岁，凤竹国举于乡，其父因而益积德，孜孜不怠，修桥修路，斋僧接众，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后又闻鬼唱于门曰：千不匡，万不匡。徐家举人直做到都堂，凤竹关中两浙巡抚。江苏常熟的徐凤竹先生，他的父亲原本就相当富有，偶然遇到饥荒年，他的父亲率先捐出应收的田租，成为整个县里有田产收租人的榜样。同时他将分得的谷物用来救济穷人。有一天夜里，徐凤竹听到门口鬼魅唱着
千不骗，万不骗，徐家秀才快要做到举人了。鬼妹连续好几夜如此唱着。在那一年，徐凤竹参加了乡试，果然成功中了举人。他的父亲因此更加高兴，继续积极参与善事，如修桥铺路、施斋供养出家人，并乐于助人，无论是缺米缺衣的人，都能获得他的帮助。所有对大众有益的事情，都全心尽力的去做。后来又一次听到门口鬼妹唱着千不骗，万不骗，徐家举人做官直达都堂，都堂相当于督察院的首长。结果徐凤竹的官职一路晋升，最终官做到了两浙的巡抚。嘉兴图康熙公初为刑部主事，宿狱中系寻诸求情状，得无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为功，密书其事，以白堂官。后朝审，堂官摘其语，以训诸囚，无不服者，是冤役10余人，一时撵下咸宋尚书之名。浙江嘉兴的涂康熙，原先在刑部担任主事官，夜晚甚至居住在监狱内，认真审问囚犯的罪状。他发现有些人被冤枉入狱，但涂康熙不独揽这些功劳，而是悄悄地将这些事实上报给刑部的长官。后来到了秋审时，把涂康熙上书所说的话，以重点方式询问了那些有嫌疑的囚犯，结果没有一个不服的，纷纷都认罪。因此刑部堂官释放了10多位当初被迫认罪的囚犯。当时京城百姓一致称赞刑部尚书的明察秋毫。公复禀曰：年谷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岂无亡者？以5年差役减刑官，何时而平反之？上书为奏，允其意。时公一差减刑之列，孟一神告之曰：汝命无子，今减刑之意，深合天心。上帝赐汝3子，皆一子妖精，是系夫人有身，后生应宣、应坤、应俊，皆显官。涂康熙随后向刑部堂官提交一份文件，指出在天子统治下仍有众多被冤枉的人民，考虑到全国广大地区和众多百姓冤屈的情况难以避免，因此他建议每5年应该派遣一位减刑官前往各省深入调查囚犯犯罪的实情，若有定罪须具合理和公平性，若发现冤屈者，应该推翻原来的判决，并重新进行审理。刑部尚书就代为上奏皇帝，皇帝接受他所提出的办法，派遣减刑官前往各省深入调查囚犯犯罪的实情。涂康熙也是其中之一。某天晚上，他梦到一位天神告诉他，你原本命中并无儿子，然而由于你提出的减刑建议正合乎天心啊，因此天帝将赐予你3个儿子，未来将身披紫袍，腰系金镶腰带，享受官禄厚福。当晚涂康熙的夫人即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应宣、应坤、应俊3个儿子，果然都成为了杰出的官员。嘉兴褒平，
字信之，其父为池阳太守，生妻子平最少，坠平湖袁氏，与吴父往来甚厚，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世之学。翌日东游卯湖，偶至一村寺中，见观音像，淋漓露丽，即解脱中得10斤，受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浚事，复取松布4匹，剪切中衣7件与之，内注跌，系心志，其仆请以之。评曰：但得圣像5样，吾虽裸成何伤？僧垂泪曰：舍银及衣布，犹非难事，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后供完，拉老父同游，宿寺中，公梦伽蓝来谢曰：孺子当享世禄矣。后子辩、孙称方皆登第，作显官。有一位嘉兴人，名叫包平，号信之。他的父亲曾担任安徽慈阳太守，育有7子，而包平是其中最年幼者。他被平湖县姓袁的人家招做女婿，与我的父亲有频繁的往来，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包平学识渊博，才气高远，然而每次考试都无法中榜，因此他专心研究佛教和道教2种学问。有一天，他东游卯湖，偶然来到一处乡村寺庙，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由于圣像竖立在露天，长时间风吹雨淋，受损严重，于是他打开行囊，取出10两银子捐赠给寺庙的住持和尚，请他修复寺庙建筑。住持告诉他，修复工程需要庞大的经费，10两银子不足以支撑，因此包平又拿出松江产的4匹布和竹箱中的7套新衣服赠与和尚，其中包括全新的麻织夹衣。虽然他的仆人劝他不要再送了，但包平却说，只要观音菩萨的圣像平安，我即便赤身露体也无妨。和尚听后泪流满面，感叹地说，捐赠银子和衣物布匹虽不难，但这份真诚心意实在难得。后来寺庙修缮工程完成，包平带着老父亲一同游这座佛寺，并在寺中居住。当晚，包平梦到寺内的护法迦兰菩萨现身向他道谢，说道，你所做的善行功德将使你的儿孙世世代代享受官禄。后来包平的儿子包辩和孙子包称方都考中进士，都做到了显赫的高官。嘉善之力之父，为行房吏，有求无辜献重辟，亦哀之，欲求其生。求欲其妻曰：知公嘉义，愧无以报，明日言之下乡，如以身示之，彼或肯用意，则我可生也。其妻弃而听命。及至，妻自出劝酒，具告以夫意，知不听，卒未尽力平反之，求出狱。夫妻登门叩谢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惜，今无子，无有弱女，宋为姬肘妾，此则礼之可通者，知为备礼而纳之，生利。若冠仲魁，官至翰林孔目，吏升高，高升禄，皆共为学博，禄升大伦，登第。
浙江嘉善人一位叫知利的父亲，是县衙中刑部的主事官。有一名囚犯因遭人冤枉陷害而被判死罪，知书办很可怜他，想替他求长官能宽免他不死。当囚犯得知知书办的善意后，就告诉妻子说，知公的好意我深感惭愧，无以为报，明天请他到乡下，你就嫁给他，如果他答应，必定会念及我这份情分，这样我就有活命的机会了。囚犯的妻子听到后答应，并哭着表示会按着他的意思行事。隔天，知书办前往乡下，囚犯的妻子亲自出来劝他喝酒，并将丈夫的愿望告诉知书办，而知书办不愿意这样做，还是尽力的替这位囚犯平反案情。后来囚犯真的平反冤案出狱了，夫妻二人感念之深，前来知书办家中叩拜致谢，赞扬他是世间难得的厚德之人，并且说，现在你没儿子，我有一位女儿，愿意送给你做小妾，你救了我，这样情理上是说得通的。知书办听了他的话，就准备了聘礼，将囚犯的女儿迎娶为妾。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知利，刚满20岁就中了举人，官职一直升至翰林院书记。后来知利的儿子叫知高，以及知高的儿子知禄，都受到推荐，成为州学县学的儒学老师。知禄的儿子知大伦更是中进士，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凡此10条，所行不同，同归于善而已。以上这10条真实故事，虽然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不同，然而他们所共有的初衷都是相同的，就是所做之事都是源于一个善的信念。上述是袁了凡先生举例了10几则表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故事，就是为了向大家说明行善的好处。除了能积累后世子孙的福报，有的行善之人甚至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享受福报，而这些福报还能延续至子子孙孙。至于了凡四训积善之方的意义，吴明老师将分3个章节进行阐述。这一章节主要探讨行善积德的真实故事验证，在下一章节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行善的真正意义，同时破除大家对于善的定义可能存在的误解。透过这样的探讨，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积善之方的理念，避免在行善过程中反而产生行恶的状况发生。最后，无名的师父说，相信大家在看完这个章节后，有些人可能会提出疑问，这些故事是否真实，或者这些故事是否是袁了凡先生刻意编造的呢？吴明老师告诉大家，后来还真的有人特地探查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由于了凡四训中的故事包含具体的名字、地点、当事人的行为，以及后代子孙的成就等详细资料，结果确实有人查阅史书和史料，验证了相关的真实记录。因此，这些事例再次证实，认真实践了凡四训确实能够带来福报，不仅福报延续给后代子孙，也能够让自己流芳千古呢。
在积善之方，皆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章节中，吴明老师讲述了袁了凡了凡四训中实则验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善行必得善果的故事。这些真实案例证明了行善带来福报的可信性。若能铭记这些故事，对于您对善的认知绝对要高人一等，将提升个人对善的理解。但这远远还不够，因为如果不懂得善的真正定义，就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善，什么是假善，那就很容易被表面的假仁假义所束缚及困扰。因此，了解真正善的意义至关重要。善的真正定义还有很多你我不知道的秘密。这一章节就让我们开启积善之方，探索善的真正定义的修行之门吧。若复经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申辩。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取之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承上个章节所述，若要再精细的对善加以分类，则善可分为有真善、假善，有直善、曲善，有阴善、阳善，有是善、非善，有偏善、正善，有半善、满善，有大善、小善，有难善、易善等。我们应该仔细判断这些分类。若未了解善行的本质，就自己夸自己在做善事，在做功德，那仅仅是自我吹嘘罢了。以为自己在行善，实际上却是在造孽啊！这样的行善岂不是欺骗自己，白费一番苦心，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啊！接下来，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引用天目山的高僧中峰和尚与几位学生的对话，带领大家去探索善的真正定义。这段对话非常精彩，引导我们去界定真正善的道理。大家不要以为做善事很简单，否则可能会错认自己在行善消除业障，但却不自知地增加了自己的业障。何谓真假？昔有儒生数辈，业中峰和尚问曰：佛事论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今某人善，而子孙不兴；某人恶，而家门隆盛。佛说无稽矣。怎么解释善有真善与假善之分呢？从前有几位读书人前往拜见天目山的高僧中峰和尚。读书人问了一些问题。根据佛家的教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否一定会如影随形的发生呢？但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经常去发现，有些人虽然表现善良，但却无法获得子孙的兴旺，而另外一些人虽然行恶多端，却家道兴旺呢？所以佛家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是否真实存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一一印证善恶报应的例子啊。
中风云：凡情未敌，正眼未开，认善为恶，指恶为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颠倒，而反怨天之报应有差乎？众曰：善恶何至相反？中风令是言其状。一人谓利人欧人是恶，敬人礼人是善。中风云：未必然也。一人谓贪财妄取是恶，廉洁有守是善。中风云：未必然也。众人立言其状，中风皆谓不然。中风和尚解释说，一般人常被世俗所困，被俗事蒙蔽双眼，无法沉静心灵，因此无法开启其法眼，以致误将善恶混淆。这种错误看法使得善行被误认为恶行，恶行却被视为善事，是许多人常见的误解。当人们误解善恶时却不自知，反而怨天尤人，质疑宿命是否有误。这些读书人因此问道：善应当是善，恶应当是恶，如何会被误解呢？中风和尚听后，请他们列举所认为的善与恶，以便深入讨论。其中一位读书人说，比如骂人、打人就是恶行，而恭敬对人、礼貌待人就是善事。中风和尚回应道：你说的并非完全正确，这种看法可能有误。另一位读书人则说，贪财妄取是恶行，而廉洁守法则是善行。中风和尚再次指出，你的看法也可能不尽正确，并非一成不变。众人列举了各种日常善恶行为，但中风和尚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们的说法未必全然正确。因请问，中风告之曰：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欧人、利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习迹者假。又无畏而为者真，有畏而为者假，皆当自考。在面对这些读书人提出的善恶行为举例时，中风和尚一再反驳，让他们感到困惑。于是他们请求中风和尚给予开示，究竟何谓善与恶呢？中风和尚这样回答他们：若是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即属于善行；而若是为了自己自身利益而行动，则是属于恶行。即使是像骂人、打人这样的行为，只要是有益于他人，就是善行；而像恭敬对人、礼貌待人这样的行为，若只是为了自身利益，则属于恶行。因此，真正的善行是为了公众利益而行，而假善则是为了个人私心。此外，真正的行善应出自于内心，不求回报，不留痕迹。若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做的善事，则是虚伪的行善。这些善恶状况，自己都要细细的考察。何谓端曲？今人见谨愿之事，类称为善而取之；圣人则宁取狂倦。至于谨愿之事，虽一相皆好，而必以为得之贼。
是世人之善恶，分明与圣人相反。推此一端，种种取舍，无有不谬。天地鬼神之福善祸淫，皆与圣人同是非，而不与世俗同取舍。凡欲积善，绝不可循耳目，唯从心源引为处。默默洗涤，纯是济世之心，则为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即为曲。纯是爱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愤世之心，即为曲。纯是敬人之心，则为端；有一毫万世之心，即为曲。皆当细辨。怎么解释善有端正与歪曲之分呢？体现在人们对于品德的评价上。现代人常常称赞那些谨慎、忠厚、不强硬的温和先生为善人，然而古代的圣人则更倾向于欣赏志气高昂、勇往直前、坚持原则的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善人。对于那些唯唯诺诺、缺乏道德勇气、容易随波逐流的人，虽然在世俗眼中被视为老实善良之辈，受到大家喜爱，但在圣人看来，他们反而像是伤害道德的贼。因此，世俗之人所认为的善恶标准，与圣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世俗的人所谓的善，在圣人眼中可能是恶。根据这样的观念，无论是在任何事情上，都存在与上述状况相符的情况。天地鬼神庇佑善人，让恶人得到报应，其对于善恶的标准与圣人相同，但与世俗人的看法却不同。因此，要积功德善行，绝不可以仅凭个人喜好和喜爱来判断积功德这件事，而是必须从内心最隐秘微妙的地方审视自己的行善念头，并加以净化，不让邪恶的念头污染内心。因此，内心充满救世之心，即为端正的善。如果有一丝一毫媚世的心思，则为歪曲的善。心中全是满满爱人之心，即为端正的善。如果有一丝一毫愤恨不平的待人之心，则为歪曲的善。心中全是恭敬他人的心，即为端正的善。但若有一丝一毫玩弄世人之心，则为歪曲的善。这些都需要仔细加以分辨。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明。明，亦福也。明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富者，多有其祸。人之无过咎而恒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计危矣哉！怎么解释善有阴德和阳善之分呢？所谓阳善，指的是那些公开行善、让人知道的善行，而阴德则是指那些暗中的行善、不为人所知的善行。行善拥有阴德的人，上天必会赐予丰厚的福报；至于拥有阳善的人，则只能享受世人所给予的美名。虽然享有良好的名声也算是一种福报，但过于骄傲的名声却是上天所忌讳的。拥有世人广泛认可的名声，但品德不符合事实的人，往往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灾祸。一个人若是无辜受辱，
遭受不公平待遇，背负着冤屈和恶名，则他的后代往往会兴盛昌隆。这就是阴德和阳善的区别所在，这些微妙之处需要细心分辨。何谓是非？鲁国之法，鲁人有熟人臣妾与诸侯，皆受金于府。子贡熟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四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是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不复熟人于诸侯矣。怎么解释善有是善与非善之分呢？从前春秋时代，鲁国定的一条法律中，凡是鲁国人肯出钱赎回被他国当俘虏或奴隶的人，就可以向官府领取一笔赏金。然而孔子的学生子贡因为很有钱，赎了人却不愿意去领取赏金。当孔子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不悦，并指责地说：子贡啊，你错了。圣贤行事皆以移风易俗为目的，使得教化之道可以在民间百姓中推展，而不是只为了自己的私心而行。如今的鲁国贫富悬殊，穷人众多，你这样的行为，大家会认为俗人去收受赏金是贪财的行为。以后还有哪位鲁国人愿意出钱去赎人呢？恐怕以后赎人回国的风气将会逐渐消失。这段故事凸显了善行不仅要考虑行为本身，更要考虑其影响和目的，以符合道德标准和社会礼仪。子路整人于逆，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鲁国多整人于逆矣。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忧，子路之受牛为猎。孔子则取由而处次焉。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经救了一个快要溺水的人，这位溺水者为了感谢子路，送给他一头牛。子路欣然接受了这份礼物。孔子得知后非常高兴地说：从今以后，鲁国人必然更愿意勇敢地去救溺水的人了。这两件事情反映出不同的价值观。从世俗的角度看，子贡不接受赏金似乎更为高尚，而子路接受溺水者的礼物则被视为一种不好的行为。然而孔子的看法却与众不同，他赞扬了子路，并责备了子贡。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然此就一节论之耳。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辞之辞，皆当抉择。因此行善不能只看眼前，还要考虑其对未来的影响，不能只论个人得失，而是要考虑是否造福于众。有时候看似善良的行为，在长远来看却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而看似不善的行为却可能在后人眼中成为善举。
然而这仅仅是举例而已，其他种种情况还有许多可以举例。所谓的非义之义，是指对于一个坏人不必宽容他，如果有人宽容他，这不算是正义，因为宽容他可能使他更加放肆，做出更多坏事，造成更多人受害。因此不宽容他，虽然看似不合理，但能阻止他再次犯罪，才是真正的正义。所谓非礼之礼，是指礼貌待人是应该的，如果过分礼貌反而使对方变得骄傲，就不再是礼貌了。所谓非信之信，是指为了维护信用而言，真诚是必要的，但如果为了维护信用而造成了重大错误，反而失去了信用，那就不再是真诚了。所谓非慈之慈，是指爱人是一种慈善的表现，但如果过于溺爱，反而让人变得放肆，这就不再是慈善了。这些情况都需要仔细斟酌，清楚地加以判断。何谓偏正？昔吕文义公出辞相位，归故里，海内养之，如泰山北斗。有一乡人，醉而立之，吕公不动，谓其仆曰：醉者勿与教也。闭门谢之。余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公时悔之曰：是当时稍与计较。宋公家则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不为养成其恶，以至于此，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怎么解释善有偏正之分呢？举例来说，从前吕文义刚辞掉宰相的位置，回到了他的家乡，因为他做官清廉公正，受到众人敬重，就像群山拱卫泰山，众星环绕着北极星一样受到敬重。然而有一次，他被一位喝醉酒的乡下人怒骂。吕公虽然心存宽容，但选择了不计较，放任了此事。然而这位酒醉之人后来犯了死罪入狱，吕公反思后懊悔不已。他意识到，如果当时稍微采取行动，将此人送交官府治罪，或者给予一定的惩罚，可能会起到警示的作用，防止此人再次犯罪。因此，尽管吕公当时心存善念，却因为放任而让此人继续走向歧途，最终犯下大罪。这就是所谓的存善心，却反而做了不正当之事的例子。这表明善行中的偏正之分需要谨慎考量，不仅要追求表面的善意，更要考虑到其背后可能产生的影响，以确保所做之事符合正义、公平的原则。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直岁荒，穷民白昼抢宿于市，告知县，县不理，穷民欲肆，遂思职而困入之，众始定，不然，激乱矣。故善者为正，恶者为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行恶事者，正中偏也；以恶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也有存了恶心反而做了善事的例子，像有个大富人家在面对饥荒时，采取了报官检举穷人抢夺粮食的行为，
虽然这个举动看似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但由于县官不受理此案，导致穷人得以逍遥法外，并且越发肆无忌惮地抢夺粮食。于是富家人决定私自对抢夺粮食的穷人进行惩罚，以示威吓，使得穷人不敢再犯。不然这样下去，恐怕抢粮暴民会更多，世道就大乱了。善有正，恶有偏，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有时候即使心存善念，却做了坏事，这就是所谓的正中之偏。同样的，有时候即使心怀恶念，却做了好事，这就是偏中之正。这个道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深刻理解的，需要仔细思考和分析。何谓半满？亦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书曰：伤罪贯盈，如主物于器。勤而积之，则满；懈而不积，则不满。此一说也。怎么解释善有半善跟满善之分呢？易经说道，一个人不积善，不会成就好的名誉；一个人不积恶，就不会有杀身之祸。书经也说，商朝的罪孽就像将钱串成满满的一串那样的满，就仿佛收藏东西装满一整个容器一样。如果一个人每天勤奋地累积善行，就像不断地往容器中添加东西，当善行不断积累，最终就会积满容器，这就是满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懒惰不去积累善行，那么容器就不会满，这就是半善。换句话说，半善是指善行的累积程度尚未达到充满的状态，还有一定的空缺或不足；而满善则是指善行的积累已达到了充满的状态，没有任何空缺。因此，善行的积累程度决定了是半善还是满善。昔有某侍女入寺，遇师而无才，只有钱2文，捐而与之。主席者亲为忏悔，及后入宫富贵，悉数千金入寺舍之。主僧唯令其徒回向而已。因问曰：吾前施钱2文，师亲为忏悔，今施数千金，而师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虽薄，而师心甚真，非老僧轻忏，不足报德；今物虽厚，而师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忏足矣。此千金为半，而2文为满也。从前有一位穷女子前往佛寺捐献她仅有的2文钱。佛寺的首席住持和尚感受到她的真诚与虔诚，亲自在佛前为她祈祷，回向忏悔。后来这位女子进了皇宫，升为贵妃，成为了富有的人。她再次前往佛寺，这次携带了几千两的银子，以示布施。然而住持和尚却只派遣他的徒弟代为回向。贵妃感到疑惑，问道：我之前只捐献了2文钱，你却亲自为我祈祷，为何如今布施了几千两银子，您却不再如此呢？住持师父解释说，从前你布施的钱虽然不多，
但你布施的心真切虔诚，如果老僧不亲自替你忏悔祈福，不足以报答你布施的功德。现在虽然您捐献的金额增加了，但您的心意不再像以前那样真切虔诚，因此让徒弟代为回向已经足够。这就是捐献了几千两银子，只能算是半善，而仅捐献2文钱，却算是满善的原因。钟离受丹于吕祖，点铁为金，可以记事。吕问曰：钟便否？曰：500年后，当复本职。吕曰：如此则害500年后人矣，吾不愿为也。曰：修仙要积3000功行，如此一言，3000功行已满矣，此又一说也。另一个故事是关于道家的祖师爷钟离，将他炼丹的方法传授给了吕洞宾，希望他可以利用点铁成金之术来行善济世。吕洞宾问道：这些黄金最终会变回铁吗？钟离回答道：500年后，这些黄金必然要变回原来的铁。吕洞宾回答说：这样做会害了500年后的人，我不愿意参与这样的行为。钟离说：修仙要积满3000件功德，就凭你这句话，你的3000件功德就已经做圆满了。这也是半善与满善的另一种诠释。又为善而心不着善，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心着于善，虽终身勤力，止于半善而已。譬如以财济人，内不见己，外不见人，中不见所失之物，是谓3轮体空，是谓一心清净，则斗粟可以种无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此心未忘，虽黄金万亿，福不满也，此又一说也。所以一个人做了善事，心里仍不惦念所做的善事，这样未来无论你所做的是怎么样的善事，即便是小善，都能够功德圆满。若是做了件善事，就念念不忘的记在心上，即使一生都很勤勉的做善事，也不过是半善而已。比如拿钱救济别人，要内不见布施的我，外不见受布施的人，中不见布施的钱，这3者完全不放在心上，就是佛经上所谓的3轮体空了，也叫做一心清净，不着痕迹。如果能这样的布施，纵使布施不过1斗米，也可种下无边之福。即使布施1文钱，足以消掉千劫之罪孽了。若布施行善后，此心却念念不忘，纵然布施了10000两黄金去救济别人，还是不能得到圆满的福气。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何谓大小？席位重达为管职，被设置明司，主者命吏成善恶2路，比治，则恶路盈庭，其善路1轴，仅如柱而已。所称之，则盈庭者反轻，而如柱者反重。仲答曰：某年未40，安得过恶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即是，不待犯也。因问轴中所书何事？曰：朝廷常兴大功，修3山石桥，
君上述见之，此数稿也。仲答曰：某虽言，朝廷不从，于事无补，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虽不从，君之一念，已在万民，向使听从，善利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怎么解释善有大善跟小善之分呢？从前有一位在翰林院担任官职的人，名叫魏仲达。有一次，他的灵魂被抓到了阴间地府，阴间的审判官便命手下将他在阳间所做的善恶记录呈上。结果当呈上来后，他发现记录恶行的册子竟然摆满了整个大堂，而记录善行的册子却仅仅如同筷子大小一般，微小无比。阴间的审判官于是命鬼卒拿秤子来称量善恶记录的重量，结果发现摆满大堂的恶行册子反而轻如鸿毛，而仅有筷子大小的善行册子却重若千斤。魏仲达就说：我还没有满40岁，怎么可能犯下这么多的过失罪恶呢？阴间的审判官回答道：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算是造下了恶行，不用等到实际行动才算。魏仲达接着问道：如同筷子大小一般的善行册子，里面记录了什么事呢？阴间的审判官解释道：曾经有一次，朝廷计划兴建大型工程，准备修筑三山石桥。当时的你为了避免劳民伤财，上奏朝廷，劝请停止修建。这就是你当时上奏的奏章内容。魏仲达说：我的奏章并未被朝廷接纳啊，那这份奏章为何能够有如此大的功德呢？阴间的审判官回答道：虽然朝廷未必采纳了你的意见，但你的一念之善却使得数以万计的百姓免于劳役之苦。若是朝廷接纳了你的奏章，那这份善举的力量将会更为强大。因此，若是为了天下国家百姓而立志的行善，则即使善行微小，其功德却非常之大。反之，若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行善，即使善事做得再庞大，其功德也将微乎其微。何谓难易？先如未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夫子论为人，亦曰先难。譬如江西舒恩，舍2年仅得之数修，待长官银，而全人夫妇。与邯郸张恩，舍10年所积之钱，待完赎银，而活人妻子，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如镇江敬恩，虽年老无子，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邻，此难忍处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凡有才有势者，其利得皆易，一而不为，是为自暴。贫贱作福皆难，难而能为，斯可贵耳。怎么解释善有困难跟容易之分呢？从前有学问的读书人都说需克制自己的私欲，要从最难除去的地方先除起。孔子所谓仁者，也言须从难处努力。如江西的苏老先生，舍得将2年教书所得的薪水，代替穷人
还清官府的债务，令穷人夫妇团圆。再如河北邯郸县的张老先生，舍得将10年的积蓄代替穷人还清债务，拯救穷人家庭妻儿，此乃最难舍的证明。又如江苏镇江的靳老先生，虽年老无子，但即便穷邻居提出以幼女代替金钱送他为妾，愿为他生个儿子，他不忍耽误幼女青春，仍坚持拒绝，并归还给穷邻居，此为难以忍受却能忍住的证明。故上天为了报答他们的善行，就特别的丰厚。凡有财有势者，欲立功德，虽较一般人来说更为容易，但却常因容易而不肯行善，那就叫自暴自弃了。而没有财富和地位的穷人，欲行善则面临诸多困难，但尽管如此，却能坚持不懈，这才是可贵之处啊！最后，无名的师父说，在这一章节中，袁了凡花了很大篇幅解释善的定义，目的是为了正确引导大家对于善的理解。一般人常以为自己在行善，却不自觉的自己却是在行恶，甚至不清楚如何有效的救济众生。当你真正了解善的定义的核心价值后，接下来袁了凡在积善之方中阐述善的10种项目，将举例说明真正行善的10种方式。这10种行善方式的展示，将有助于大家理解如何真正行善，累积阴德，实践积善之方的道路。在积善之方探索善的真正定义章节中，无名老师透过袁了凡的了凡四训中，特别借由中峰和尚的故事来解释善的真正定义。这些对话及故事深刻地说明了善的本质，揭示了善的真正含义，让大家知道善不仅是行为上的表现，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和心态。因此，要实现积善之方所追求的目标，就需要从内心深处理解和实践善的定义。而善的10种项目则提供了具体的指引和方法，帮助我们贯彻善的真正精神，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这样的理解使得积善之方不仅仅是行善的方法指南，更是启发心灵、提升品德的宝典，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人生境界。这一章节就让我们开启积善之方，阐述善的10种项目的修行之门吧。随缘济众，其类至繁，曰言其纲，大约有10。第1，与人为善。第2，爱敬存心。第3，成人之美。第4，劝人为善。第5，救人危急。第6，兴建大利。第7，舍财作福。第8，护持正法。第9，敬重尊长。第10，爱惜物命。有缘有机会去救济众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救济众生的方式很多。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重要的救济方式归纳为10种。第1，与人为善。第2，存着爱与尊重的心。第3，展现成人之美。第
第4，劝导他人向善；第5，在他人危难时施以援手；第6，参与建设利于众生的事业；第7，慷慨捐助用来行善；第8，支持正法的存在；第9，尊敬和保护长者；第10，爱护生命与珍惜物品。现在我们将逐一进行解说。常常有人问无名老师，老师，我这一生也没做过什么恶事，一直在行善积德，为何我的命运依旧如此辛苦坎坷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努力行善的人的疑问。我们或许认为自己平时好像没有做什么坏事，甚至做了一些善行，但怎么运气好像依旧很差，财运依旧不佳啊？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善的真正定义与善的种类的核心观念完全存在误解了。尽管我们一直努力行善，却发现运气越来越差，命运越来越坎坷。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于善恶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了凡四训教导大家的不是做善事的数量，而是做善事的品质跟意义。只有做对了善事，才能累积功德，消除业障，进而改变命运。但一般人误解了行善的核心价值，结果却是努力的在积业障。这样也难怪命运永远也难改变，甚至更糟糕。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善这种困境呢？在这一章节中，无名老师再次借助袁了凡的了凡四训，详细说明了善的10种项目。这些项目帮助大家清晰地了解一个重要的观念，那就是行善也得做对项目，需遵循正确的方式，才能真正累积阴德，进而改变运气与命运。只有当你真正理解并实践积善之方这章节的3大内容时，你的行善才能积德，而不会因为努力行善而累积恶果。因此，对于行善，我们必须仔细斟酌，清楚判断，这才是行善的正确方式哦。何谓与人为善？昔顺在雷泽，见愚者皆取深潭后泽，而老弱则于急流浅滩之中，恻然哀之，莞尔于焉。见争者皆逆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于扬而取法之。今年皆以深潭后泽相让矣。夫以顺之明者，其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公苦心也。什么是与人为善呢？从前先帝舜还没有做君主之前，在雷泽湖边看见年轻力壮的渔夫都深入湖水丰腴之处捕鱼，而那些年老体弱的渔夫只能在急流浅滩抓取较少的鱼。舜帝见状，心生悲悯，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亲自下水参与捕鱼，暗中记录着渔夫们的行为。对于相互争夺渔获的情况，他宽大且包容，不揭露他们的过失；而对于彼此谦让的渔夫，则赞扬称颂，并以他们为榜样。1年之后，这种风气深入人心，渔夫们彼此互相礼让，让对方前往丰腴之地捕鱼。像舜帝这样聪明睿智的人，
为何不直接以言语教化众人，而要亲自参与捕鱼呢？这是因为他深知言教固然重要，但实际行动更能深入人心。舜帝选择以身作则，亲自参与捕鱼，以实际的行动来做榜样，以身教感动众人。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和启发众人，使他们真正理解善行的价值和意义。舜帝的用心良苦，体现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社会的关怀。这段故事值得我们反复品味与学习。吾辈处莫世，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且含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见人有为常可取，小善可录，幡然舍己而从之，且为验称而广述之。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立则。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人心堕落、风气败坏的末法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比不上我们而傲慢自大，也不能拿自己的长处去欺压他人，不能以自己的善行来与他人比较，更不能用自己的才能来嘲弄别人。我们应该谦虚地对待自己的才能，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而是将其藏在心底。对待他人要包容和谦虚，看到别人犯错时，要替他包容、隐瞒，给予改过的机会，同时也让他感到有所顾忌而不敢放纵。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要虚心学习，并称赞他们的善行，广为宣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说话还是行动，都要为了社会大众着想，制定规则以使众人受益。一个伟大的人应该将天下所有事情都以公众利益为重，而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私利而行动。何谓爱敬存心？君子与小人，就行机关，常意相混，唯一点存心处，则善恶玄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盖人有亲疏贵贱，有志于贤不孝，万品不齐，皆无同胞，皆无一体，孰非当敬爱者？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志，即是通圣贤之志。何者？圣贤之志，本欲斯事斯人，各得其所，无何爱何敬，而安依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什么是爱敬存心呢？在外表上，君子和小人往往让人分辨困难，但其实君子之所以与小人不同，在于他们心中常存着爱人和敬人的善心。这份善心让他们与那些虚伪和恶行充斥的人区别开来，就像黑白两色一样明显。所以孟子说，君子与一般人不同之处，就在于那份纯正的善心，这就是常存爱人和敬人之心。人们虽有亲近、疏远，虽有尊贵、低贱，虽有聪明、
愚笨，虽有道德、下流等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但他们都是同胞，都是同样有生命、血肉和情感的人。因此，我们应该爱护和尊重每一个人。这种爱和尊重不仅适用于普通人，也包括圣贤之人。了解众人的志向，就是了解圣人的志向。怎么说呢？因为圣贤之人的志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的生活，这样我们就能代替圣贤之人，实现他们的志向，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何谓成人之美？欲之在时，抵直则瓦砾，追着则规章。故凡见人行以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资可进，皆须诱义而成就之，或为之讲戒，或为之维持，或为白其屋而分其谤，务使成立而后已。什么是成人之美呢？意味着发掘和培育他人潜在的价值与美好。举例来说，通常玉石都是深藏在原石之内，如果把这块石头丢进去瓦砾之中，那这块含玉的石头也不过和这些瓦砾一样，一文不值，毫无光彩。但若将其精心雕琢打磨，这块玉石就能展现出极致的美丽和珍贵。同样的，当我们看到他人行善或展现出成长的潜力时，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引导和支持，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或是夸赞他、激励他、奖励他或扶持他，让他不能放弃这个志向，甚至是帮助他们排解冤屈和抵抗恶意重伤。我们应该尽心尽力，让他人得以成就善行，并在社会上立足安心。大抵人各悟其非类，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立。且豪杰铮铮，不慎修行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为人人长者，匡直而辅益之，其功德最宏。一般人常常对自己不同类的人抱有厌恶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通常在一个乡里，善良的人屈指可数，而不善之徒却多得很。因此，善良的人往往在凡俗世界中容易受到恶人的欺凌和孤立，难以坚持行善的初衷。尤其是那些才华出众、性情刚正的人，他们可能不甚在意外表的修饰，与众不同的风格也使他们更容易成为众人批评的对象。然而，世俗之人往往只看外表，见识不深，便妄下评论，导致这些有才华的人经常受到指责和抨击。当善良之人遭受诽谤时，只能仰赖那些具有仁慈之心和高尚道德的人来纠正这股负面风气，帮助他们实现善行。这样的善举功德至高无上。何谓劝人为善？生为人类，孰无良心？世路异异，最易莫逆。凡与人相处，当方便提思，开其迷惑。譬犹长夜大梦，而令之一觉，
譬有9线烦恼，而拔之清凉，为荟最朴。韩愈云：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教之与人为善，虽有行迹，然对症发药，实有其效，不可废也。失言失人，当反无治。什么是劝人为善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生而为人，都应该拥有良知。然而，现实中，许多人因为追逐名利而忽略了内心的声音，迷失了自我。因此，在人与人相处之际，当我们看到他人可能堕落时，就应该及时的提醒、警告，甚至引导他们走向正途，让他们自己觉悟，就像是在黑夜中做了一场混乱的梦境。我们需要唤醒他们，让他们清醒，又如同陷入烦恼之中的人，我们需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使他们心灵再度明朗。这种帮助他人的行为是一种最为广泛且深远的功德了。韩愈曾说过，言语劝说仅仅影响当下，过后很容易被遗忘，而文字的劝导则能流传数百世代，并且触及世界各地。与前文所述与人为善相比，文字劝导更能因材施教，迅速帮助人们改过自新。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这样的方式。此外，劝人为善也要谨慎处理。如果我们强行劝说那些不愿意接受忠告的人，就变成了私言。同样的，若有人愿意接受我们的忠告，而我们却保持沉默，这可能会使我们失去帮助人向善引导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细心斟酌，以智慧和爱心引导他人，达到正确的效果。如此才能做到不失言，也不失人。何谓救人危急？患难颠沛，人所时有，偶一遇之，当如通关之在身，速为解救。或以一言伸其曲意，或以多方济其颠连。崔子曰：惠不在大，妇人之急可也，盖人人之言哉。什么是救人为急呢？生活中常常会遭遇各种困境和波折，这是无法避免的。当我们看到他人陷入与自己相似的困境时，应该以同理心将其痛苦视为自己的，并想尽办法去帮助他们。我们可以挺身而出，代表他们发声，为他们辩护冤屈，使真相大白，或采取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度过困境，让他们重获自由。崔先贤曾说，施予的恩泽无论大小，只要在他人陷入危急时伸出援手，便足矣。这番话真正展现了圣贤和仁者的高尚品格。何谓兴建大利？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务避嫌疑，勿辞劳怨。什么是兴建大利呢？不论是在乡里还是在县城，凡是对公众有益的事情，都应该积极参与。可以是兴建灌溉农田的渠道，
修筑堤防以防止水患，或新建桥梁以方便交通往来，甚至施舍茶水饭菜，帮助饥饿口渴的人。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劝导大家，共同出钱出力，不要因为担心遭受到指责而推脱不做，更不要因为怕辛苦而避之唯恐不及。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何谓舍财作福？是门万行，以布施为先。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字耳。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苟非能然，先从财上布施。世人以衣食为命，故财为最重。无从而舍之，内以破无之谦，外以济人之急，时而勉强，终则泰然。最可以荡涤私情，驱除执令。什么是舍财作福呢？佛门里的万种善行，布施被视为最重要的善行。谈到了布施，只需一个舍字，意味着什么都能慷慨地放下。这与佛教对善行的定义相符。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什么都肯舍，如自己身上的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一样是不肯舍掉的。在身外的如色、声、香、味、触、法，也都可以一概舍弃。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不能舍的。若不能做到一切都能舍，则可以从金钱财富开始布施。人们往往将衣食住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重视金钱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如果能乐意布施所得，这样的善举不仅对内可以克服吝啬的习惯，对外也能救济他人的危急。起初布施辛苦赚来的财富可能有些勉强，但随着布施习惯了，心境自然变得安详，再也没有什么是舍不得的。这是消除私心贪念，摆脱对金钱的执着和吝啬的最有效方法。何谓护持正法？法者，万事生灵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参赞天地？何以才成万物？何以脱尘离缚？何以经世出世？故凡见圣贤妙貌，经书典籍，皆当敬重而修持之。至于举扬正法，上报佛恩，犹当勉励。什么是护持正法呢？所谓的法，乃是千万年来有灵性、有情生命的指引，也是真理的准绳。若没有正法，如何参与帮助天地造化之功呢？又如何使各式各样的人和万物得以成功？如同裁布缝衣一般，最终如何所有事物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呢？又如何能够超脱迷惑，摆脱束缚呢？如何才能建设世间一切，摆脱生死轮回的苦海呢？这一切都需要依靠正法，它如同一条光明的大道，为我们引领方向。因此，当看到圣贤的寺庙、图像、经典、遗训时，都应该加以敬重。对于残缺不全的，更应该主动修补整理。尤其是关于佛门正法，更应该敬重地传播宣扬，让人们都重视起来，以彰显佛陀的恩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全力实践的。
何谓敬重尊长？家之父兄，国之君长。与凡年高、德高、位高、势高者，皆当加以奉事。在家而奉事父母，是深爱婉容，柔声下气，习以成性，便是和气隔天之本。出尔事君，行一事，无为君不知而自自也；行一人，无为君不知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人格论，此等处最观阴德。试看忠孝之家，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盛者，切须慎之。什么是敬重尊长呢？家中的父亲、兄长、国家的君王、长官，凡是年岁、道德、职位、见识高的人，都应该格外虔诚的去敬重他们。在家里奉侍父母，要以深爱父母之心，以温和和顺的态度，柔声细语的侍奉，使这份孝心成为习惯，并且自然的融入日常生活，这是感动天心的根本方法。在外面服务君王或长官时，无论做到什么事情，都必须遵守国法，不能因君王或长官不在场就擅自行动。对于犯罪的人，无论罪行轻重，都应该进行仔细的审问，不能因君王或长官不知情就随意冤枉他人。对君王或长官的服务，应该像面对上天一样恭敬，这是古人所确立的规范。这种行为与品德关系到个人阴德的大小，只要敬重尊长，阴德就会积累无穷。大家试想，凡是忠孝人家，他们的后代无不繁荣发达，享受着福祉和幸福，前途也是光明丰盛的。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小心谨慎的行事。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唯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周礼，孟春之乐，牺牲无用聘。孟子谓：君子远庖厨，所以全无恻隐之心也。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未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学者未能断肉，且当从此戒之。什么是爱惜物命呢？我们作为人类之所以与禽兽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拥有恻隐之心。追求仁德的人，就是在寻求这份恻隐之心，而累积德性的过程，也就是累积这份恻隐之心。因此，拥有恻隐之心，就是拥有仁德，这也是我们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根据《周礼》记载，在每年正月祭祀时，不要使用母的动物作为祭品，因为此时正是这些祭品最容易怀孕的10月。孟子曾言，君子不愿意住在厨房附近，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恻隐之心。所以先贤曾告诫我们，下面有4种情况的肉不宜食用。1. 听到动物被宰杀时的哀嚎声。2. 看到动物被宰杀时的悲惨情况。3. 自己饲养的牲畜。4. 以及专门为自己宰杀的牲畜。若后代欲学习先贤的仁慈恻隐之心，但一时难以完全戒绝食用荤肉者，可以从这4个方面开始，逐渐减少食用
温柔的频率。渐渐增进，慈心欲长，不特杀生当戒，蠢动寒灵，皆为物命。求思竹简，除地杀虫，念因时之由来，皆杀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当与杀生等。至于手所误伤，足所误见者，不知其己，皆当委屈防之。古诗云：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何其人也！善行无穷，不能单数。由此时事而推广之，则万德可备矣。虽然一时难以完全戒绝食肉，但应逐渐进步，减少食用肉类，直到完全不再食用。这样的慈悲心就会逐渐增长。不仅应该避免杀生，即使是极为小、低等、有灵性的生命，也应该严禁伤害。例如，为了取得丝绸，必须将蚕茧浸泡在热水中烧毁，这样一件衣服的制作就需牺牲许多蚕的生命。同样的，为了养活我们自己而去开垦耕作，也会导致地下虫的生命丧失。回想我们所穿的衣物和食用的食物，它们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啊！这些都是为了养活我们而牺牲的生命，因此浪费食物和物资也应当视为与杀生同等的罪孽。至于无意间伤害的生命以及践踏而亡的生灵，这样的情况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应该注意并尽力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古代文学家苏东坡曾在一首诗中写道：为了防止老鼠饿死，留下米饭给老鼠。同样的，为了不让飞蛾扑向灯火而被烫死，也选择不点灯。这些行为体现了多么富有慈悲心的做法。积善的方法实在多不胜数，讲也讲不完。但只要依照上述10项方法推广发扬做善事的功德，便能够完全具备实现所有善行的条件，从而实现所有善行，达到功德圆满的境界。最后，无名的师父说，积善之方阐述善的10种项目，仿佛是行善的使用说明书。只要您照着善的10种项目去实践，必定不会有偏差，甚至还能延伸出更多行善的可能项目。因为您的行善方式已经完全正确，所以就会开始累积功德，达到积善之方的效果。真的没有想到，无名老师花了整整3个章节来阐述积善之方的重要，这凸显了行善的重要性，必须要真善合一，稍有不慎就可能变成行恶。一生行善的结果却是徒劳无功，无法消除业障，改变命运，实在是令人惋惜呀。当您能够同时融入谦德之效的谦虚处事与充分实践积善之方的方法时，恭喜您已经完成了了凡四训一半的修行之旅了。无名老师以不同以往的顺序，先教导大家踏上谦德、积善2章节的自我修炼之路，目的是希望大家能从最基本、最不花钱的谦虚出发，然后从善的定义中做到不花钱的行善，最终拥有舍得花钱布施的心。接着，我们再来探索立命之学，
将更踏实且信心倍增。要先立命再改过，这是实践了凡四训的关键。在袁了凡的时代，立命是读书人必备的功课，所以做起来当然容易。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要飞黄腾达，基本上就是考试当官。加上整个家族的期盼跟压力，当时的读书人确实容易做到立命改过这2项大事，然后才是考虑积善与谦德。但不同于袁了凡的时代，现代人生活方式与以往有了极大的转变。在我们这个时代，男女已经实现了平等，工作竞争力高，各行各业皆能发光发热，因此立志读书已非今日首选。所以这也是吴明老师将立命改过放在最后2章节的原因。只有当我们从内心基础打稳了，对于行善的定义和种类有了清晰的了解，才能更容易的去实践立命改过。现在希望大家把自己当作与袁了凡先生在对话，请听他诉说自己的故事，这样能更好的融入其中，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章节就让我们开启立命之学的修行之门吧。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各种挑战和压力，学业、职场竞争、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压力都可能影响到个人的心境和行为。因此，要真正实现自我成长和进步，我们需要先从内心出发，建立稳固的内在基础。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所谓的自我修炼，从最基本的谦德和积善开始，逐步培养出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了解了谦德和积善的重要性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立命和改过的真正意义。这2者是修行的重要阶段，它们不仅关乎个人的内在修为，也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足，并且努力改进，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立命之学这一章节的重要性在于引导我们进一步了解立命的深刻意义。立命并非仅仅是生活的一个选择，而是关乎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和目标。透过确立自己的志向和目标，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为此不断努力奋斗。深入的自我反省和学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它们帮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跟随袁了凡先生的教导，聆听他的故事，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透过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立命的真谛，理解它背后的深层含义。这不仅是一个对于个人成长的探索，更是为自己的人生注入更多力量和动力的过程。因此，让我们在这一章节中积极投入到对立命的探索之中，寻找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取向，这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并激励我们更坚定地走向自己理想的未来。于童年丧父，
老母命去举，夜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意以成名，而复素心也。后于在慈云寺，遇一老者，修然伟貌，飘飘若仙，于敬礼之。欲于曰：子是路中人也，明年即进学，何不读书？余告已故，并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得少子，黄棘树，正传，树该传汝。我在童年时，父亲就过世了。母亲希望我能放弃科举，转而学习医术，并且说学医不仅可以养家，还可以帮助他人，而且医术学得精，可以成为众所皆知的名医。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后来某一天，我在慈云寺，我遇见了一位相貌非凡、长须飘飘的老人，他给人一种飘然若仙、仙风道骨的神仙模样，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老人看着我说道：你相貌出众，将来是要当官的人，明年你就有机会考取秀才，进入学宫，为何不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呢？我就把母亲的期望告诉了他，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是哪里人呢？家住在哪里呢？老先生回答道：我姓孔，是云南人，得到邵雍的黄极经之术真传，而我已经完全精通了黄极经之术，今日算有缘，以天命之术来说，我应该将此黄极术传授给你。而邵雍是谁呢？是宋朝时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对中国的道教、儒家和佛教思想都有深刻的研究。他的黄极经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算命术的重要典籍之一，内容涵盖了天文、地理、气象等多个方面，被尊为算命界的祖师爷等级的存在。能得到他的真传，肯定能算尽天下大事之神人啊！余隐之归，告母。母曰：善待之。视其数，先悉皆厌。余遂起读书之念，谋之表兄沈称，言玉骸骨先生在沈有夫家开馆，我送汝寄学甚便。余遂礼欲为师。因我自己无法当下做决定，所以我邀请孔先生到家里小住，并向母亲报告了情况。母亲要我好好地招待他，并表示孔先生既然精通黄极经之术，就请他推算看看，看他算的究竟灵不灵。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所有命数，即使是些微小的事情，竟然都非常准确。由于孔先生的算命结果非常准确，激发了我对读书的渴望，因此我遵从孔先生的建议，与表兄沈称商量。表兄告诉我，玉骸骨先生在沈有夫家里开设了学堂，并建议我寄宿在那里读书，非常方便。于是我便拜了玉骸骨先生为师，开启了我的学习之路。孔位于起数，现考童生，当14名，辅考71名，提学考第9名。明年复考，3处名数皆合。
复为补终身修旧。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领，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3年半，即宜告归。53岁8月14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昔无子，于被戮而谨记之。孔先生运用黄极之术，仔细推算我今生的命运。他告诉我说，我在县考初级童生中排名第14名，在知府考试中排名第71名，在提督学院考试中排名第9名。结果明年我去参加考试时，这3场考试的名次完全符合孔先生所预测的。孔先生接着为我推算了我整个终身的吉凶祸福。他说我将在哪一年考试中名列第几名，哪一年会成为补领生，哪一年会成为贡生，并在当贡生后的某一年当选为四川省一个县的知县长。他预言我将在上任3年半后辞职回乡，并且在53岁农历8月14日丑时寿终正寝。这种精确的预言难能可贵。孔先生还表示，可惜我一生中都没有儿子。这些话我都仔细地记录下来，并谨记在心。其实一般算命术能算到哪一年寿终正寝已经很不容易，虽然紫微斗数也能算到一个人在几年几月几日几时寿终正寝，但现代已经很少算到如此精确，所以黄极经之术算命真的非常的厉害。自此以后，凡欲考教，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独算于10厘米91担5斗当出贡，即10米71担，途宗师即批准补贡，余切疑之。后果为属应阳公所驳，直至丁卯年，因丘明宗师见于场中被卷，叹曰：五策即5篇奏议也，其可使博洽焉冠之如，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10米记之，19、11担5斗也。结果从此之后，每当我参加考试，考试结果的名次先后全和孔先生所算的一模一样，毫不出错。这令我对孔先生的预言深信不疑，对他的能力更加信服。然而唯独在算我的厘米时出现了问题。按照孔先生所说，当我的厘米领到达到91担5斗时，就应该升为贡生。然而当我领到71担0米时，学台长途宗师却批准我补上贡生的位置，这让我开始私底下怀疑孔先生的算命能力。他的预言怎么会出现差错呢？由于古代粮食就是硬通货，等于粮食就是钱。当袁了凡当上领生之后，公家每年都会配给米粮给他，所以这些就称为厘米。最终在一连串的波折之后，我被学台另外一位长官杨宗师拒绝了补贡生的资格。直到了丁卯年，因丘明宗师看见我考场中备选试卷，说道：这样的试卷竟然没有考上贡生，感叹地说，这试卷所做的5篇文章，就如同上奏给皇上论证奏折一样，非常有水准，
像这样有大学问的领生读书人，怎么可以埋没他的人才，以致让其终老一生呢？所以就吩咐县官替我上书公文，准许我补上贡生的位置。经过这一番波折，多吃的灵米连同之前吃的灵米71担合计起来，竟然刚好是91担5斗。这让我深深感慨，孔先生的算命能力实在是太惊人了，连这样的变数都能预测得到。余因此亦信，进退有命，持素有时，淡然无求矣。共入燕都，留京1年，终日静坐，不阅文字。己巳归，游南雍，未入见，先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中，对坐一事，凡3昼夜不瞑目。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作圣者，只为妄念相缠耳。汝坐3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余曰：吾为孔先生算定，融入生死，皆有定数，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云谷笑曰：我待汝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问其故，曰：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为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故居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居他不定。汝20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经历这番波折后，我曾一度怀疑孔先生的算命是否准确。然而最终我发现，命运的安排是无法躲避的。我开始相信，一个人一生的功名得失早已注定，好运坏运的时间到了就会发生。因此我开始对人生中的种种看法淡然处之，不再对任何事情过度强求，开始接受命运的一切安排。当我当上了贡生后，依规定需要到北京国子监深造。在京城的1年里，我早已无欲无求，因此每天除了必要时刻外，便整天闭门苦修，没有任何娱乐或社交活动，甚至不阅读任何书籍。我专心致志地静坐冥想，将心神完全投入其中，消除一切杂念。到了己巳年，我回到南京国子监继续我的学业。在进入国子监之前，我特地前往栖霞山拜见了云谷禅师。我与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中，持续了整整3天3夜，期间我们都未曾闭上眼睛。在佛家的修行中，静坐不是为了睡觉，而是双目微闭，也可防止静坐悟透时的神光外泄。这就是所谓静坐的最高境界。能够连续3天3夜如此静坐，实在非常不容易。云谷禅师问我说，一般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就是因为容易胡思乱想，杂念在心中不断纠缠。而我看你静坐3日，竟然不起一丝妄念，真的不简单啊！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回答道，我的一生命运早被孔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都已在定数之中。无论如何努力，结局都难以改变。因此，对于未来的所求所想，终究是空想一场。因此，
我不再过多思索，自然也就没有太多的妄念了。云谷禅师大笑说道：我原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哪知道你原来是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我听不懂，就问云谷禅师此意为何。云谷禅师说：人若不能去除那妄念之心，那终究要被阴阳之气数所束缚了，怎会没有所谓的定数呢？但只有平凡人才会被定数所束缚。比如极善之人，因心存善念，行善事，命运不受阴阳气数束缚，故能趋吉避凶。比如极恶之人，作恶多端，害人无数，亦不受气数所约束，致使原本的福报转为祸害，财富长寿变成贫困短命，因此反而使之得到报应。你袁了凡这20年来被孔先生算定这一生的命数，而确实也照着这一分一毫的命数给拘束住了。一个人如果会被命数所拘束住，那就是凡夫俗子。所以这样看来，你不是凡夫，不然是什么呢？余问曰：然则庶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敌为名训。我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福望语乃释迦大戒，诸佛菩萨取狂语欺人。于禁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耳。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德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图向外持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我问云谷禅师，人是否能够摆脱已经注定的命数吗？云谷禅师回答道：命运由你自己创造，福报由你自己追求。正如佛经所说，有求必应，这意味着一个人若寻求富贵，就会得到富贵；若求儿女，就会得到儿女；若求长寿，就会得到长寿。这在古代诗词和经典中都有所谓确切的例子。佛家戒律中有着不说谎言的规定，所谓出家人不打诳语，说谎是佛家的大戒。你认为佛陀菩萨会随意说谎或欺骗众生吗？我向云谷禅师再次提出疑问。孟子曾经说过，凡是求就会得到，这意味着我只会寻求我认为自己能够实现的事情，但是我内心觉得某些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又怎么可能寻求到它呢？举例来说，道德和仁义是我可以通过自我修炼来实现的，因此我会努力实践。但是功名富贵是外在的事物，我无法控制，也不是我能够靠意愿就能获得的。那么我应该如何寻求这些东西呢？云谷禅师解释道，孟子所言不差，
但你对他的理解有所偏差。你是否也听过六祖慧能大师的教导？他说过，一切福田都存在于自己内心，只要从内心深处发出求福的心愿，绝对会有所感应。如果你内心真诚地追求福报，不仅可以培养自己的道德和仁义，也能获得外在的功名富贵。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兼修，内心修养与外在福禄可以同时获得。相反的，如果只是盲目追求外在的功名富贵，而忽略了内心的反省和修养，那么无论得与不得，都取决于命运，你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内外兼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注重外在而忽略内心修养，那么将是内外双失，对内心修养无益，对外在利益也无帮助。因问：孔公算汝终身若何？予以实告。云谷曰：汝自揣应得克地否？应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应也。科地中人，类有福相，于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以积后福，兼不耐烦惧，不能容人，时或以才智盖人，直心直行，轻言妄谈，凡此皆薄福之相也，岂一克地哉？地之惠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于好洁，宜无子者一。和气能御万物，于善怒，宜无子者二。爱为生生之本，忍为不育之根。于今习明节，常不能舍己救人，宜无子者三。多言好气，宜无子者四。习饮烁精，宜无子者五。好彻夜常坐，而不知宝源遇神，宜无子者六。其余过恶尚多，不能悉数。云谷禅师又问我说，孔先生算你的一生命运如何呢？我把详细情形都据实以告。云谷禅师接着问，你自己思考一下，你这一生应该考得功名吗？该有儿子吗？我思索片刻后说道，考虑了许久，我认为我不应该得到功名地位。那些能够考取功名的人，大多拥有福分，而我的相貌福缘薄弱，并且缺乏积极行善积德的基础。我处理事务时也缺乏耐心，尤其是在处理琐碎的事物上，我往往无法容忍他人的错误，并且自以为拥有某些智慧可以凌驾他人。说话直来直往，又喜欢轻率的胡说八道，这些举动都是福薄之相。这些特征都反映了我的福分不足，因此怎能考取科第，获取功名呢？所谓污浊的土地，养分足够才会生出越多的植物出来。相反的，水若过于清澈，其实就不适合鱼类的生长。我太有洁癖了，所以这是没有儿子的一个原因。而温和的气息方能滋养万物。我常常发脾气，所以这是没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仁爱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我却缺乏慈悲之心，是无法有生养万物的根源的。我又过于爱惜自己的名节，常常不能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
这也是没有儿子的第3个原因。说话太多，易伤元气，这也是没有儿子的第4个原因。我又喜欢喝酒，喝酒易伤身耗气，这也是没有儿子的第5个原因。且我喜欢彻夜静坐，不想睡觉，睡眠不足也会伤了元气，这也是没有儿子的第6个原因。其他还有好多过失，说也说不完啊。云谷曰：岂为科第哉？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因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财而笃，即曾加先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有10世之德者，定有10世子孙保之；有3世2世之德者，定有3世2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即不生子相，尽情改刷。勿要积德，勿要包荒，勿要和爱，勿要习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理再生之深也。云谷禅师说，照你这样说，不仅你无法得到科第功名，我看你不该得到的东西还多的呢。比如世上能坐享千金财产的人，肯定是拥有千金福报的人。同样的，世上能坐享百金财富的人，肯定是拥有百金福报之人。而那些在饥荒中饿死的人，肯定也是命中注定他应受这报应之人。上天只是根据个人的行善积德程度，赋予相应的果报业力，何时曾加过半点意识在里头呢？就像生孩子一样，积累了百世功德的人，必然会有百世的子孙来延续这份福报；积累了10世功德的人，必然会有10代的子孙来保住这份福报；积累了3世、2世功德的人，必然会有3代、2代的子孙来保持这份福报。而若一生绝后，没有后代继承，那必定是因为功德极薄的缘故啊。你如今既然已经了解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就应该全力改正无法获得科第功名和没有儿子的原因，彻底的去改正，务必一定要行善积德，对人和事都要拥有宽容包容的心，对待他人要更加和气慈爱，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的精气神。从前的种种缺点过失，就如同昨日已死，今日开始的你就仿佛重生一样，重新开始。这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全心愿意行善积德、改正过失的自己了。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一理之身，岂不能革天？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为。汝今扩充德行，力行善事，多积阴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
我们这个血肉之躯虽然有一定的命数，但有道德的生命是可以感动上天的。书经太甲篇指出，虽然上天降给你的灾祸或许还可以避开，但自身造成的恶业则必须自己承受报应。同样，诗经也提醒我们，作为人应该时刻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天道。很多福报是自然而然得来的，自然不用求就会有了。因此，要求灾祸还是求福报，全在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孔先生算你不能得功名做官，也没有子嗣之命，虽是命中注定之事，但还可以改变的。从今天开始，你只需发挥原有的道德本性，扩展自己的善行，把自己的德性扩充起来，全心全力的去多做善事，广积阴德，这样所创造的福报将永远属于你。这就是自己所造的福报，别人也抢不走，怎会享受不到呢？亦为君子谋，趋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趋，凶何可避？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汝信得吉否？余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数一通，先求登科。是行善事3000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云谷出功过格事于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计数，恶则退除，且教持准提咒，以其必验。易经是古代君子安身立命所依托的圣典，它最大的功用就是趋吉避凶。如果说人的命运早已天定，那吉祥又何处可以趋近？凶险又哪里可以避开呢？如果命运无可改变，人在命运面前全然被动，无能为力，那么《易经》一书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呢？所以《易经》开头第1章就说到，经常行善的家庭必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子孙。这个道理你真的能相信吗？在接受云谷禅师的教诲后，我深信其言，并向他致以诚挚的谢意。我毫不隐瞒从前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罪行，毫不保留地在佛前悔过，并撰写了一篇祈求书文，虔诚祈求能够取得功名，并立下誓言要施行3000件善行，以报答天地祖先的恩德。云谷禅师赠送我一本功过格，指引我按照格中的方法行事，无论是善是恶，我每日都认真记录在格上，并将善行写在功格下，恶行则按其大小与功行相抵，同时叫我念持准提咒，期盼佛陀的力量加持，能使我的祈求得以实现。袁了凡在云谷禅师的开示之下，决定放下过去的执着，重新检视以往的过错。他以云谷禅师开示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为指引，并且向佛陀发誓立志行善事3000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袁了凡的开悟是否能改变孔先生算命所预测的一生命运走势呢？请留意《立命之学》第2集，我们一探究竟。
最后无名的师父说，这里展示一段念词准提咒的影片。念词准提咒的主要目的是让心境清净平和，反省今日的过错，并坚定自己逆命志向。事实上，念词南无观世音菩萨或南无阿弥陀佛也能产生相同的效果。至于功过格，它是一种记录善恶的册子，从古流传至今。然而，现代人很少有时间每天仔细记录自己的善恶过错。传统的功过格项目繁多，实际应用起来相当困难。许多人常常在记录功过格这个步骤就放弃了。因此，无名老师建议大家无需执着于每天详细记录善恶，可以善用计数器 APP 来记录，每做一件善事就加1，每犯一次过错就减1，然后在睡前将统计的数字填入每日行事历，1个月审视一次自己的功过状况，并持续去修正。同时建议大家详读《了凡四训功过格经篇》这本书，里面有列举各种功过分类，可以更准确地记录自己的功过情况。希望大家从每天做一件善事开始，警惕自己不要犯错。只要每天都保留一件善事，就表示这一天没有犯下任何错误。逐步培养善行，减少犯错的次数，这样实行功过格的记录就会变得相对容易许多。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哦。在立命之学第1集中，我们透过袁了凡的故事，见证了他的人生转折和对命运的思考。从遵从母亲意愿学医，到遇到孔先生后重新追求读书之路。然而，面对命运的无奈，他曾陷入无目标的生活。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云谷禅师的开示，他重新燃起对功名富贵的渴望，并在佛前发誓行善事3000条，期盼实现愿望。过去的章节中，我们听过许多了凡四训行善积德的故事，多数主角的后辈子孙都因此受益，但很少有主角能在生前享受福报的例子。接下来我们将见证袁了凡如何实践了了凡四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也意味着，如果大家努力实践了了凡四训，福报或许就能在这世就能享受到，而不用等到子子孙孙才能享受你行善积德所带来的福报哦。这一章节就让我们开启立命之学的修行之门吧。玉瑜曰：福禄家有云，不会书福，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执笔书福，
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机。由此而一笔挥成，更无思虑，此福便灵。凡齐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革。云谷禅师向我解释画符的秘诀，并引用一位画符专家的话语：不懂画符的人将会被鬼神嗤笑。画符的关键在于心不动念。当你拿起笔准备画符时，必须将所有念头放下，心境清净平和。在这片刻心无挂碍之时，以最纯净的心境在符纸上开始画符。这个起点被称作混沌开机。从这一点开始，专心致志，一气呵成完成符咒，才能使其灵验。同样的，若要祈求天地改变命运，就必须像画符一样，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持之以恒，才能感动上天，获得福报。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妖兽不二，夫妖与兽，之二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妖，孰为兽？细分之，丰欠不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妖兽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唯死生为重，曰妖兽，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孟子讲立命的道理说道，短命和长寿是没有分别的。乍听之下，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因为短命和长寿是完全相反的词，怎么能说是一样呢？人在妄想消除、心念不动之时，就如同胎儿在娘胎中未出生之前，那时哪晓得还有短命长寿的分别呢？等到你出了娘胎之后，渐渐有了知识，有了分别的心，此时前生所造的善业恶业就都要受报应了。那时候你就有了短命和长寿的分别了。因此命运是自己造的。如果细分这立命二字，富贵和贫穷都应该去掉妄想和分别心。你要把富贵和贫穷看得没有两样，不应该因为贫穷就自暴自弃去做坏事，也不应该因为富贵就仗势欺人。只需各自安分守己做好人，贫穷自然能转为富足，而本来富贵的命也能更加富贵，或维持更长久的富贵。穷困和发达应该看成一样，不可因为不得志就随便荒唐做坏事。发达的人更应该去行善去恶，广种福田。只有这样，才能将原本穷困命改变为发达，而原本发达的命就会更加发达了。短命和长寿都应该被视为一样重要，不应该因为命短而荒唐，也不应该因为命长而造孽。唯有明白这种道理，才能将原本短寿转为长寿，并使本来长寿的命更加健康长寿。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死，因此短命与长寿同样应视为极为重大的事情。若能如此认知，则所有顺境和逆境都能包含在内。你只需修身养性，等待天命，这是对待生死命运最正确的方法。
至修身以四之，乃积得其天之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祀，则一毫既愚，一毫将盈，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孟子所提的修身以事之一语，是强调人应该时刻修养德性，绝不容许任何过失或罪恶的存在。这是持续提醒自己多行善积德，等待命运的改变，期待上天赐予福报。其中修意味着即使有微不足道的过失罪恶，也应该像治疗疾病一样，把过失罪恶完全消除。而事这个字，意思是说，要等到修的功夫深厚了，自然而然命运便会改善。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心存妄念，或让心念纷乱，而应坚决断绝这些念头。当达到这个境界时，已近乎圣人般不受心念影响的境界，这便是世间最实用的智慧，也代表你离开悟已经不远了。汝未能无心，但能持准提咒，无计无术，不令间断。持的纯熟，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道的念头不动，则灵验矣。云谷禅师接着指出，虽然你现在还难以达到完全无妄的境界，但若能持念准提咒，不需要计算念诵的次数，只需持续不断地念诵下去。当你念诵熟练之时，会自然而然地口中吟唱，并且心中不再察觉到在念诵，这即所谓的持中不持。当你不再念诵时，心中却能在不自觉地持续念诵，这便是不持中持。若能将准提咒念诵至此境界，自然能达到无妄念的境地，而所念诵的咒也必然灵验无比。余初好学海，是日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从此而后，终日精精，便觉与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战兢惕厉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毁我，自能恬然容受。我原本自好学海，但自从受到云谷禅师的开示后，便改号叫了凡。这是因为我领悟了立命的道理，不再愿意与凡夫俗子同流合污，将凡夫俗子的迷惑一扫而空。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小心谨慎起来，感觉自己与以往大相径庭。从前的我总是糊涂随便，毫无拘束，而现在则多了一份
戒慎恐惧的心情，即使身处幽暗无人之处，我也绝不敢行不法之事，唯恐冒犯天地鬼神。若有人厌恶我、毁谤我，我也能从容接受，毫不与他人争执争辩。到明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3，忽考第1，其言不厌，而秋为重视矣。自从我拜见云谷禅师的第2年，前往礼部参加科举考试，孔先生算命结果显示我应该考取第3名，但出乎意料的，我最终考取了第1名。这一次，孔先生的算命术似乎失灵了，他没有预料到我能考中举人。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在随后的秋季乡试中，我居然成功中了举人。这些都不是我命中该有的功名，这让我更加坚信了云谷禅师所说的命运可以自己改造。然行义未纯，简身多误，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操持而最后放逸，以过折功，日常虚度。自己4岁发愿，直至己卯岁，历10余年，而3000善行始完。尽管我已经努力改正了许多以前的过失，但我仍然感到自己的努力不够。我不断地反省自己，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依然存在着许多。即使我愿意做善事，但仍然缺乏勇气全力以赴，或者当遇到需要救助的情况时，心中常常犹豫不决，无法下定决心去帮助他人。在行善方面，我也感到自己做得不够彻底，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勉强。我也常常口不择言，虽然在清醒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但在喝酒后却常常失去了节制。虽然我经常做善事，积累了一些功德，但同时也犯下了许多过失，拿功来抵过，恐怕还不够。尝试虚度光阴，从几世年听了云谷禅师的教诲后，我立下了做3000件善事的誓言。经过了10余年，直到了己卯年时，才把3000件善事做完。10方从李建安入关，未及回向，庚辰南还，时请性空，会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遂起求子愿，亦许行3000善事。辛巳，生南天启。当时我和李建安先生刚从关外回来，还没有机会将我所做的3000件善事回向。直到了庚辰年，我从北京返回南方，才有机会请来性空和慧空2位得道高僧，在东塔禅堂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就在那时候，我又萌生了希望有儿子的念头，也许下了再做3000件善事的大愿。到了隔年辛巳年，就生下了天启你呀。余行一事，随以笔记。如母不能书，每行一事，则用鹅毛管，印一珠圈于历日之上，或施食贫人，或买放生命，
一日有多至10余圈者，至癸未8月，3000之数已满。复请性空备，就家庭回向。9月13日，复祈求众进士愿，许行善事10000条，并须登第，受保底知县。每当我完成一件善事，就随手用笔记录下来。你母亲不会写字，每做一件善事，她就用鹅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或送食物给穷人，或买活的动物放生，有时一天多到记10几个红圈呢。这样行善到癸未年农历8月，从庚辰年许愿到癸未年，3000件善事的心愿方才做满。又请性空高僧等和尚在家里做了回向。到了癸未年农历9月13日，又起了众进士的心愿，并许下做10000条善事的大愿。过了3年，在丙戌年，居然中了进士，吏部就补我去做保底县知县的缺。于至空阁一侧，名曰至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悉付门役，至案上。所行善恶，先悉必记。夜则设桌于庭，孝照月到焚香告地。汝母见所行不多，折频促曰：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3000之数得完。今许10000，衙中无事可行，何时得圆满乎？夜间偶梦见一神人，余言善事难完之故。神曰：只减粮1节，万行俱完矣。盖保底之田，每亩2分3厘7毫，余为驱除，减至1分4厘6毫。唯有此事，心颇惊疑。是幻于禅师自五台来，予以梦告之。且问此事宜信否？师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何现减粮，万民受福乎？无极捐俸银，请其就五台山斋僧10000而回向之。在我担任保底县知县期间，我准备了一本里面有空格的小册子，我称之为治心篇。每天早晨起床后，当我坐于堂上审案时，我会让家人将这本治心篇交给看门人，摆放在公务桌上。我会记录每天所做的善恶事，即使是微小的事情，也必定会记录在治心篇上。每到夜晚，在庭院摆上桌子，穿上官服，我会效仿照月道焚香祷告天地。你母亲见我所做善事不多，常皱眉头烦恼地向我说：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所以你许做3000件善事的心愿，才能顺利完成。如今许了10000条善事的大愿，但我们在衙门中没什么善事可做，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10000条善事才能做完呢？听完你母亲说过这番话后的某一天夜里，我偶然做了个梦，梦到了一位天神，将我对无法完成10000条善事的担忧告诉了天神。天神说，当就你减钱粮这件事，10000条善事早已做完了。原来保底县的田每亩每年要收银2分3厘7毫。我重新把全县的田清查了一遍，发现百姓钱出的太多了，
所以将每亩田应缴的钱粮减到1分4厘6毫。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决定的，但觉得奇怪，怎会被天神知道这件事情呢？且醒来也怀疑这样就能抵10000件善事吗？这时恰巧幻鱼禅师从五台山到宝坻县来，我就把梦告诉了幻鱼禅师。幻鱼禅师说，做善事只要心存真诚恳切的去做，且不求回报，那么就是只有做1件善事也可以抵过10000件善事了。况且你减轻全县的钱粮，宝坻县的农民都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万千的人民因此减轻重税的痛苦。此举你也造福了万千子民，此梦所言不假。我听了幻鱼禅师的话后，我深受其言所感动，立刻把我所得的俸禄全数捐了出来，请幻鱼禅师在五台山斋生10000人，并把斋生的功德来回向给佛菩萨。孔公算鱼53岁有恶，余未尝其寿，是岁竟无恙，今69矣。书曰：天难陈，命弥长。又云：唯命不于常，皆非诳语。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为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孔先生算我的命，在53岁时应有灾难，可能活不过53岁。我也未曾祈天求寿，结果到了53岁时，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如今已经69岁了，我已多活16年。书经上说，天道是难以捉摸相信的，人的命不会恒常不变的。书经又说，只有人的命是没有一定不变的，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靠自己创造的。这些话都不是随便乱说的。我自此才知道，凡说过自己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说过这些话，实在是圣人所说的话啊！如果说祸福都是上天所注定的，那就是一般世俗人所说的话。汝之命，谓之若何？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福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惧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事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远思养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谦，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贤己之邪。你的命不知道未来究竟会怎样，就算命中该荣华显达，还是要常常当作不如意去想；就算碰到顺利称心时，也要当作不称心去想；就算眼前不愁吃穿，也要当贫乏去想；就算得人敬重时，也要常有小心谨慎，常有戒慎恐惧去想。即便家世名望很高，人人看重，也要常当作身份低微去想；即使学问高深渊博，也要常当作才疏学浅去想。这些都是古人警惕自己
居安思危的智慧啊！远师应把祖宗的优良美德发扬光大，近师应要掩盖及劝谏父母的过失，上师要有报答国家的恩惠，下师要想谋全家之福，对外要常怀救济他人的急难之心，对内则常要防范不正当的念头与行为。这些都是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常存此心，必成正人君子。勿要日日之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适；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不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每个人都应该每天反省自己的过错，并努力改正它们。如果一天过去了，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努力去改变，那么这一天就等于是虚度了。世上有许多聪明杰出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安于现状，不肯用心去修德、扩展德业，都是因为终日得过且过，不想前进，因此错失了成长的机会，耽搁了一生。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说，乃至精至岁、至真至正之理，其熟完而免行之，无自旷也。云谷禅师所传授的立命之学是最精准、最深刻、最真实、最合乎道理的教诲。我希望你能认真领悟这些道理，并全心全意去实践，千万不要把大好的光阴给虚度过了一生啊！最后，无名的师父说，对于现代人来说，云谷禅师所传授的立命之学听起来或许容易，但要真正付诸实践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在这个时刻，你已经拥有了谦德之心，并且明白了积善之方，此时立命之学将不再像之前那样困难，因为你已懂得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真正道理。你深知命运并非注定的结果，而是可以自己掌握的，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创造的。现在你的心中已拥有改变命运的三大法宝，就是第一，谦德之效；第二，积善之方；第三，立命之学。借助这三大法宝的力量，你将更容易的去实践了凡四训最后一章节的改过之法。届时的你将全面掌握改变命运的能力及方法。我们身为凡人，春秋左传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我们凡人常常在犯错之中挣扎。然而，要真正改过，确实是了凡四训所有章节中最难的一部分。因此，无名老师将改过之法安排在了凡四训的最后一个章节。这个安排绝非偶然，因为背后蕴含着深远的意义。其目的在于鼓励大家学习掌握了第一章谦德之效，第二章积善之方，第三章立命之学三大改命法宝后，
能赋予大家更多信心和勇气，勇于正视并改变自身的过错。只有建立稳固的心灵基础，面对改过才不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才能轻松应对改过之路，并迈向更美好的未来。这一章节就让我们开启改过之法的修行之门吧。春秋朱大夫，见人言动，义而谈其祸福，弥不厌者，左国诸暨可观也。大都吉凶之兆，门乎心而动乎四体。其过于厚者常祸福，过于薄者常尽祸。所言多义，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至诚和天，福之将至，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祸之将至，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祸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春秋时代各国的那些顶级的士大夫，常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去判断这个人未来的吉凶祸福，而这些推测常常验证属实，没有不灵验的。这些都可以在《左传》、《春秋》、《国语》等古书都有相关的记载。一个人的吉凶预兆，往往源于其内心的态度和行为所反映出的特质，在外表和动作中得以体现。如果一个人内心厚道、谦虚、脚踏实地，常常享有福报；而那些内心刻薄、骄傲狂妄的人，则往往常遭遇灾祸。一般世俗之人缺乏见识，认为祸福无法预测，这种说法只是因为他们被世俗见识所蒙蔽，无法看清事实真相，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一个人的心性善恶，将决定其与天命的契合度。善行必将吸引福报降临，因此观察一个人，只需观察其行善之举，便可预测他的福报将至。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所行造恶，恶行将预示祸患将至。人若要得福报，需远离灾祸。在还没有开始讲到行善积德之前，要先把自己的过失改掉。但改过者，第一要发赤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施？我何以一身瓦裂？丹染陈情，思行不义，为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视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但要论改过的方法，第一就是要发羞耻心。回顾古代圣贤，他们与我们一样，起初也是凡人，普通的大丈夫。为什么他们可以流芳百世，成为大家崇敬学习的榜样，而我们却可能此生一事无成，甚至就此身败名裂呢？原因何在？这些都是因为自己过分享乐，因此受到了种种不良的环境污染了自己，皆因我们曾偷偷犯下不符合义理的事情，并自以为掩人耳目，别人都不知道，就毫无羞愧之心，日渐沉沦堕落，就跟禽兽没什么两样啊！且我们自己却依旧不自知。如此种种，
皆为世间上的人所应该感到羞愧与可耻之事，是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比拟的。孟子说，一个人如果知耻，那就可以成为圣贤之辈；如果不知羞耻，那就同禽兽一样不如。这些话都是改正过失的真正诀窍啊！第二，要发卫心。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见临之。重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献福。吾何可以不惧？不为此也。闲居之地，只是昭然。吾虽眼之甚密，闻之甚巧，而废干藻露，终难自欺。被人去破，不值一文矣。乌德不凛凛。改过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发戒慎恐惧之心。我们应知道，天地鬼神时刻在监视我们，他们是不容易被欺骗的。即便在幽暗无人之处犯下过错，天地鬼神也像一面镜子，清楚地记录着我们的种种过错恶行。如果罪行重大，必然招致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来，即使过失轻微，也会折损现有的福报。面对如此，我们又怎能不怀戒慎之心，时时提醒自己因恐惧害怕呢？不仅仅像上面所说的种种状况，即使在无人之处，神明的监视依然严厉且全面，丝毫不容忽视，因为他们依旧对你了如指掌。虽然我们可能把过错遮掩得十分秘密巧妙，但对神明而言，我们的内心深处早已被洞悉，无论多么隐蔽，各种过错都毫无遗漏地暴露在他们的目光之下。若是被他人看破，那个人将一文不值。因此，我们应时刻保持警惕，时刻存有戒慎恐惧之心。不为是也。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犹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死悔悟，发一善念，遂得善终者，为一念猛力，足以抵100年之恶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灯才照，则千年之暗俱除。故过不论久近，唯以改为贵。但尘世无常，肉身亦陨，一息不数，欲改无有矣。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忧则千百劫沉沦欲报，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污的不畏。这还不仅如上所述，即便一个人曾犯下滔天罪恶，只要一息尚存，仍有机会忏悔改过。古时有一个人一生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临终前突然悔悟，发出一个大善念，便立即获得了善终。因此，当人在生死关头敢勇于忏悔改过，即可洗涤100年累积的罪恶，如同千年黑暗的山谷，只要有一盏明灯照了进去，就可以把1000年来的黑暗完全去除了。因此，过失不论长久，或是新犯的过错，只要愿意改过，就是非常难能可贵、值得赞扬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人的一生充满无常，我们的肉体极易脆弱，一息之间极可能面临死亡。若等到临终时才想起改过，
则时机已晚，无法弥补过去的过错。这样的状况将使你在阳间留下会让你遗臭千百年的恶名，在世间广为人知。即便有孝顺的子孙，也无法为你洗清罪名。至于看不到的报应，就是你在阴间要经历千百年的劫难受苦的报应。即使圣贤、佛菩萨也无法因为你受苦而帮助你，无法接引你去西方极乐世界。面对这些后果，谁能不感到恐惧呢？第三，须发永心，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无需愤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予决剔；大者如毒蛇啮指，速予斩除。无丝毫凝滞，此风雷之所以为意也。改过的第三个方法，就是要发勇猛之心。往往一个人因得过且过而不愿改过，这多是因为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退缩畏惧所致。因此，改过行善绝不应犹豫彷徨，应当立即行动，及早改正。就如小过错，就像尖刺戳在肉里，你都会想赶快拔除，更何况此时才是小的过失呢？大的过错犹如被毒蛇咬伤手指，为免毒素扩散，必须及时割除手指，绝不容有丝毫犹豫迟疑的念头。改过发勇猛之心，就像易经中的易卦，其象意为风起雷动，万物蓬勃生长，所以改过的利益是非常大的。具事三心，则有过思改。如春冰浴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功夫不同，效验异异。一个人若能具备上述提到的三种改过之心，就是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那就能达到有过错就能马上改。这便是所谓的知过能改，善莫大焉，是一种极为伟大的善行。就像春天的薄冰遇上了阳光，它怎能不迅速融化呢？然而要论及改过，方法有三，一种是实际行动上的改过，一种是从道理上的反省与修正，一种是从心念层面的改变。因此，透过这三种不同的改过方式，所得到的改善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戾，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强制于外，其难百倍，且病根中在，东灭西生，非究竟阔然之道也。举例来说，若在前几天曾经杀生，那么从今天起决定不再杀生；或者在前几天曾发脾气骂人，而今日开始禁止不发脾气骂人。这种方法是从事情本身来改过，然而这种方法仅仅是压抑自己不再犯错，相较于自然而然的改过，其难度更高数百倍。此外，这种方式并未彻底去除犯错的根源，这些错误之举仍然存在于心中，可能暂时得以压抑，
但最终可能会东面牺牲，再次冒出，因此这不是彻底拔除改过并根的方法。善改过者，未尽其事，先明其理。如过在杀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祸，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己之养也，真高罗列，时过即空，蔬食菜羹，仅可充腹，何必强彼之生，损己之福哉？又思血气之属，皆含灵芝，既有灵芝，皆我一体。纵不能功修至德，使之尊我亲我，岂可日强物命，使之仇我害我于无穷也？一思及此，将有对时伤心，不能下咽者矣。善于改过的人，在他还没禁止自己做这件事情之前，就先明白这件事情做不得的道理。举例来说，一个人所犯的过错在杀生，那他杀生前就应该想到，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皆是爱惜自己生命且怕死的，怎能杀他生命来养活我身体？这样怎能心安呢？且这些畜生被杀时受宰割之苦，之后还要受烹煮之苦，这些痛苦一直透到骨髓里，而自己吃整桌山珍海味来养活自己，虽然能满足口腹之欲，但这些美味一经消化，便化为无形，而蔬菜、素食、水果也可以吃饱养命，何必一定要伤害生命，造杀生的孽，减少自己的福报呢？众生与我们同样拥有血肉之躯，同样具备灵性，我们皆为一体，彼此相连。若能意识到他们与我们同样具有灵性，又怎能忍心残害他们，令他们对我们永存怨恨呢？有了这样的认知，面对餐桌上有血有肉的菜肴，内心感到难过，自然难以下咽了。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今。背礼相干，于我何与？本无可怒者。又思天下无自是之豪杰，亦无由人之学问。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敢谓至也。吾昔以自反，则谤悔之来，皆磨练欲成之地。我将欢然受赐，何怒之有？又闻谤而不怒，虽谗焰熏天，如举火焚空，终将自熄。闻谤而怒，虽巧心力变，如春蚕作茧，自取缠绵。怒不为无益，且有害也。其余种种过恶，皆当据理思之。此理既明，过将自止。举例来说，若前天因某事而发脾气，应当在当下就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理应同情他的苦衷，原谅他的过失。如果有人的行为不合理的冒犯了我，那是他的错误，与我无关。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生气的事情啊！而且应当想，天下绝对没有自以为事事皆对的豪杰，因为豪杰都是谦虚的。天下也没有绝对自认很有学问，
却还是怨天尤人，怪罪别人之人。因为有学问之人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怪罪别人，所以做任何事，如果处处不能称心如意，都是因为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够好，功德没有修得圆满，所以应该都要反过来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这样别人诽谤我，反而变成了磨练我、成就我的修炼场了。我应该欢欢喜喜地接受别人给我的批评指教，还有什么需要怨恨发怒的呢？而且听到别人诽谤我而不发怒，尽管坏话说得很厉害，仿佛火光熏天，也不过像拿火去烧空中，虚空中无物可烧，而火却终归会自己熄灭的。相反的，如果听到别人诽谤你而发怒，即使用尽心思尽力去辩解，结果却如同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所以发怒不但没有益处，而且还有害呢。这些都是说明发怒的后果。至于其他种种过失，都可以依此类推去思考。如果能明白这些道理，自然而然过错就不会再犯了。何谓从心而改？过有千端，为心所造。无心不动，过安从生？学者曰：好色、好名、好惑、好怒，种种诸过，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阳当空，魍魉前消，此经一之真传也。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斩毒树，直断其根，须必知之而伐，叶叶而摘哉。何谓从心上改过呢？人的过失千百种之多，但过失皆源自于心。若心不动念，又何来过失呢？凡是读书人，或喜欢女色，或喜欢声名，或喜欢财物，或喜欢发怒，像这些种种的过失，不需逐一检讨改过之法，只要心存善念，时刻觉察内心正念与善心，有这些正向的念头在，那么邪恶念头就难以侵扰。就像炙热的太阳高悬天际而照大地，所有的妖怪坏念头自然会逃避消失了，善念将自然驱散恶念，这就是最精纯唯一的修心补过的真正诀窍。要知道，过失皆由心生，因此改过应从心开始来改。如同斩除毒树，必须彻底消除根源，方能永绝后患。因此，何必要枝枝叶叶一根一根的摘除呢？大抵最上者至心，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知即无。苟未能然，须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须随事以尽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直下而昧上，则拙矣。因此，改过最高明的方法还是修心，从心上去改，由内而外改变心灵，使之清净。若能达到此境界，一旦邪念涌现，便能自觉，并即刻使心境安定，进而驱逐恶念，避免再犯错误。
若难以达到此等境界，则可采用明理的方式，了解所犯过失的原因，以清除恶念。若依然难以做到，只能在即将犯错时强行自我制止，这就是之前所谓的从事上改。因此应该了解以上3种方法：第一，从事上改过；第二，从理上改过；第三，从心上改过。直接由内心改变，再配合外在行动，方能得到最完美的效果。若仅采取从事上改过的方法，而忽略从理上改过和心上改过的方法，则效果必然不佳。故发愿改过，明须良朋提醒，忧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17、27，以至1月、2月、3月，必有效验。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除冗沓而触念皆通，或遇怨愁而回嗔作喜，或梦吐黑雾，或梦往圣先贤，提息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床翻宝盖，种种盛事，皆过消罪灭之相也。然不得执此自高，化而不尽。再者，发愿改过也需要相应的助力，在明的地方最好有益友提醒督促，而在暗的地方则要时刻警惕，意识到鬼神正在观察并见证你是否真心努力实践改过的愿望。只要一心一意的忏悔，从早到晚不停的努力，如此持续忏悔的过程，或许经过1个7天、2个7天，甚至1个月、2个月、3个月，长期坚持忏悔下去，必定会见到有效的成果的。当你达到改过的最高境界时，你就会发现内心心旷神怡，精神饱满。或许你会感到智慧开启，思绪敏捷，或者不会为繁琐杂乱的事情影响心情，内心永远清明通透。或当遇到敌人或冤家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内心充满喜悦。或在梦中梦见自己吐出黑色物质，感到一阵清爽；或梦到圣贤引导自己；或梦见自己飞向虚空中，自由自在；或梦见各种神佛庄严的旗帜及装饰珍宝的伞盖。这些稀有的景象都是过失消除、罪孽消散的良好征兆。但切记不要因为遇到这些美好景象和征兆就自我满足，而停止要求自己改过、求进步了。徐瞿伯玉当20岁时，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至21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即22岁，回是21岁，犹在梦中，岁复1岁，地改之。行年50，而犹知49年之非。古人改过之学如此。从前春秋时代，魏国贤大夫齐伯玉在20岁时，就开始每日时时刻刻反省自己过去的过失，且要求自己完全要改掉。结果到了21岁，又觉得自己从前所改的过失没有彻底改掉。到了22岁，回看21岁的自己，
好像在梦中还有很多过失没有改过来。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一年一年的逐步改过，直到50岁那年，他还是觉得过去的49年都还是有过失没改过来。古人对于改过的态度就是如此的严谨。吾辈身为凡流，过恶未及，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笑靥，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赧然消举；或闻政论而不乐；或诗会而人反怨；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象也。苟一类此，急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我们身为平凡人，与圣贤相比，肯定过失与罪恶堆积如山，仿佛刺猬背上的刺一样密密麻麻。然而我们往往对过去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是因为缺乏自我反省。就像眼睛上生了翳膜，被迷雾笼罩，无法清楚地看到自己每天犯下的错误。然而一个人的过失业障越重，其征兆越明显，心神混乱，精神低落，记忆力减退，对微不足道的事情感到焦虑，遇到高尚品德的人感到羞愧沮丧，听到光明正大的圣贤之道却不感兴趣，且心里不欢喜；或施恩于他人却遭受怨恨；或夜里做噩梦，语无伦次，失去平常该有的样子。这些异常现象都是自作孽的表现啊！如果你有像上面这样叙述的情况，应该立即振作精神，奋发图强，努力改过向善，以美好的前程为目标，切勿被自身过失所困扰，耽误自己的美好前程啊！最后，无名的师父说：恭喜大家完成了了凡四训 2.0 改变命运的课程，分别是第一章谦德之效，第二章积善之方，第三章立命之学，第四章改过之法。这些共7个章节的修行之旅，若你能一路努力学习至此，表示你真的有心想实践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决心。虽然推广了凡四训的影片已经接近尾声，但实现了凡四训是一个持续不断努力的目标，不是影片看完就结束了，而是当你稍有怠慢之心时，请回顾这部影片，甚至要求自己每天观看30分钟，来督促自己努力去实践了凡四训。而无名老师的频道将会持续开放正月了凡四训实体书的服务，大家可以在影片说明栏填写表单索取了凡四训，您只要付出一点点运费就可以免费索取哦，并请随身携带了凡四训，时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实践，定能逆天改命，达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愿望。此外，除了自己研习外，我们更希望大家将了凡四训的理念分享给身边的亲友、同事等，让大家都能透过实践了凡四训，体验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神奇效果，
进而改变大家的命运，造福全人类。无名小编再次恭喜大家完成了《了凡四训 2.0》的修行之旅，能够完整的看完将近5个多小时《了凡四训》的自我修行课程。这课程内容涵盖谦德之效、积善之方、立命之学、改过之法，共7个章节。希望透过这次的学习，大家能对于命由己造、福自己求有更深的理解和信心，并且能够积极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而实践了凡四训与学习紫微斗数一样，都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能撑到最后完赛的，才能享受逆天改命的成果。无名小编相信，即使您已经完整观看了5个多小时的了凡四训 2.0 修行课程，内心或许仍然存在许多的怀疑。您会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会白费，怀疑了凡四训是否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无名老师决定再开设一个新的章节，借由无名小编的解说，来为大家解答这些疑惑，一起来探讨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相信了凡四训能有逆天改命般神奇的效果，能为自己开启人生外挂，并重获新生。在了凡四训 2.0 的第5章立命之学中，袁了凡诉说了他遵从母亲意愿学医，到遇见精通黄极经之术神算孔先生后，重新燃起读书的念头，再到面对无法改变命运定数的无奈，直到在遇见云谷禅师的开示后，又重新燃起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并努力实践积善与改过的过程，最终改变了自己被神算孔先生原本算准的命数。但这些仅是袁了凡自身的说法。然而，了解无名老师的同学都知道，即使是面对紫微斗数，无名老师总会以科学的角度去验证事实。因此，我们透过史书的记载，来验证袁了凡的一生，以此来确认他在了凡四训中所叙述的一生变化是否与事实相符。这样的验证能帮助我们判断了凡四训中的说法是否属实，或仅仅是袁了凡个人的观点。这也让我们思考，人是否真的拥有逆天改命的能力，以及了凡四训是否真的是改变命运的宝典，进而解开我们内心的疑惑。明清史料记载，袁了凡本名袁黄，字坤仪，生于1533年，江苏省吴江县人。年轻时，他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舒的人家，在嘉善县，他得到了公费支持，成为县里的工读生。孔位于启数，县考同生，当14名，府考71名，提学考第9名。明年复考，3处名数皆合。孔先生运用黄极之术，仔细推算我今生的命运。他告诉我说，我在县考初级童生中排名第14名，在知府考试中排名第71名，在提督学院考试中排名第9名。结果明年我去参加考试时，这3场考试的名次完全符合孔先生所预测的。明清史料记载，袁了凡先生于明穆宗隆庆4年，西元1570年，在乡里中了举人。袁了凡自述其在己巳年1569年拜见云谷禅师开悟求功名后，到明年1570年礼部考科举确实中了举人，可验证其所言不假。到明年礼部考科举，孔先生算该第3，忽考第1，其言不验，而秋为重视矣。自从我拜见云谷禅师的第2年，前往礼部参加科举考试，孔先生算命结果显示我应该考取第3名，但出乎意料的，我最终考取了第1名。这一次孔先生的算命术似乎失灵了，
他没有预料到我能考中举人。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在随后的秋季乡试中，我居然成功中了举人。这些都不是我命中该有的功名，这让我更加坚信了云谷禅师所说的命运可以自己改造。明清史料记载，袁了凡先生于明神宗万历14年西元1586年考上进士，随后袁了凡奉命到河北省保底县担任县长，这也与了凡四训记载相符。至癸未8月，3000之数已满，复请信空备，就家庭回向。9月13日，复起求中进士愿，许行善事10000条，并须登第，授保底知县。这样行善到癸未年农历8月，从庚辰年许愿到癸未年，3000件善事的心愿方才做满。又请性空高僧等和尚在家里做了回向。到了癸未年农历9月13日，又起了中进士的心愿，并许下做10000条善事的大愿。过了3年，在丙戌年，居然中了进士，吏部就补我去做保底县知县的缺。袁了凡先生在担任保底县县长期间，非常注重人民的福利，经常致力于推动有益于地方的事业。保底县当时常有水灾泛滥，他于是积极兴办水利工程，疏通了3岔河，并筑起堤坝，以防止水患侵袭，并且教导百姓沿着海岸种植柳树。每当海水泛滥，携带沙土冲上岸时，遇到柳树就击倒下来，久而久之变成一道堤防。他又督导百姓在堤防上建造沟渠，并鼓励百姓耕种，因此使荒地逐渐开垦。在了凡四训第4章积善之方阐述善的10种项目中，其中第6项是兴建大利，可见袁了凡确实在实践这些行善的事情，并将其纳入了了凡四训4篇家书里教导儿子应当行善的项目中。何谓兴建大利？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务避嫌疑，勿辞劳怨。什么是兴建大利呢？不论是在乡里还是在县城，凡是对公众有益的事情，都应该积极参与。可以是新建灌溉农田的渠道，修筑堤防以防止水患，或新建桥梁以方便交通往来，甚至施舍茶水饭菜，帮助饥饿口渴的人。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劝导大家，共同出钱出力，不要因为担心遭受到指责而推脱不做，更不要因为怕辛苦而避之唯恐不及。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袁了凡先生在担任保底县县长期间，免除了百姓的各种杂役外，更重新清查保底县的田产，调整每亩田每年要收银的金额，减轻百姓每年交付钱粮的负担，以方便民生，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也与了凡四训记载相符。盖保底之田，每亩2分3厘7毫，余为驱除，减至1分4厘6毫。唯有此事，心颇惊疑。原来保底县的田每亩每年要收银2分3厘7毫。我重新把全县的田清查了一遍，发现百姓钱出的太多了，
所以将每亩田应缴的钱粮减到1分4厘6毫。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决定的。在《了凡四训》第6章立命之学2中，袁了凡叙述其奉命到河北省保底县担任县长，但之后袁了凡就没有在《了凡四训》中提及其之后仕途发展。但在明清史料中可以找到袁了凡升拔为兵部直方司的记载，以及袁了凡之后的发展。明清史料记载，袁了凡担任县长，过了7年，在他60岁时，升拔为兵部直方司的主管人。直方司管理项目有舆图、军制、城隍、镇戍、检练、征讨等事务，其职责包括定期3年一次汇报地图，以听候调遣之命令；检阅修峻城池，增设镇戍将校，设兵屯驻，配置兵力，平时准备出征任务，记录功过并执行奖惩，和处理官津、缉捕、整顿军队等勤务。袁了凡在直方司任职期间，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的情势，朝鲜向中国求援。当时的经略驻朝鲜军事长官为宋应昌，奏准请袁了凡担任参谋长，军前暂化的职务，负责辅助谋划作战，并监督支援朝鲜的军队。提督李如松则掌握兵权，假装与日寇和谈，并赐给高官俸禄，以迷惑日寇。日寇信以为真，放松了防备。李如松则发动了突袭，攻破形势险要的平壤，因而打败了日寇。袁了凡先生因此事当面指责李如松，认为对付日寇不应使用诡诈手段，这样有损大明朝的国威。而且他也批评李如松手下的士兵随意杀害百姓，并以头颅来记功。袁了凡向李如松据理力争，但李如松发怒，不但不接受劝诫，反而独自带着军队东走，使得袁了凡所率领的军队孤立无援，日寇因而乘机攻击。所幸袁了凡机智应对，才将日寇击退。然而，李如松的军队最终被日寇击败。李如松为了逃避责任，想要脱却自己的罪状，反而以10项罪名弹劾袁了凡。袁了凡迅速被提出审判，最终在执掌归建朝政缺失的官职上，被迫停职返乡。回到家乡后，袁了凡非常认真地行善修行，直到他去世，享寿74岁。明熹宗天启年间，袁了凡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朝廷追叙他征讨日寇的功绩，赠封他为上宝司少卿的官衔。袁了凡先生从当学生时就非常喜欢研究学问，不论古今书籍或轻重事务，他都认真研究，涉猎广泛。他对星象、法律、水利、礼数、兵备、政治、堪舆等领域都有深入的了解和通晓。袁了凡先生家境虽然并不富裕，但他却非常喜欢布施，家居生活简朴，每天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修习止观，无论公务还是私事再忙，早晚定课从不间断。在停职返乡期间，袁了凡先生写下了4篇家书，当时命名为《诫子文》，用来训诫他儿子袁天启，后来成为了广为流传的《了凡四训》这本书。根据以上史书的记载，可以证实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所描述的事情并非虚构，应不是自己杜撰的，而是真实可考的。这些记载确实能找到相应的人、事、时、地和物来佐证。一个人若未亲身经历，很难杜撰出4篇家书，只为用来训诫他的儿子袁天启。既然袁了凡用尽余生教导自己的儿子袁天启去实践《了凡四训》，那么袁天启的发展又是如何呢？接下来，让无名小编继续通过史书带大家来了解袁天启的一生。明清史料记载，袁天启后改名袁衍，字若思，号素水，生于万历9年（1581年），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袁衍在天启4年甲子年（1624年）浙江乡试中成为举人，随后在天启5年乙丑年（1625年）连结乙丑科进士，出任江西高安县知县。袁衍在43岁丁卯年（1627年）夏秋之时，高安县遭遇大水，袁衍四处奔走救灾，竟偶血足于关。回乡时，囊怯萧然，一指其行李空空如也。
表示袁衍与其父亲袁了凡一样，也是非常清廉的县官。高安县当地百姓们对他们的知县袁衍离世深感哀伤，街巷间哭声满地，如同逝去至亲。由此不难看出，袁衍深受其父亲袁了凡清廉节俭与行善积德的思想影响颇深。袁衍其创作诗集有《抱溪斋集》3卷，世风优雅，让人感受到晚唐诗人的风采，堪称经世至文的佳作，无人能出其右。对照袁天启的发展与其父袁了凡相似，且与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中几则行善积德的故事相应，袁了凡的故事也验证了福报延续给后代子孙，并且他们子孙也认显官享福报的事实。这样一来，大家应该更能相信了凡四训改变命运之说真的所言不假，真真确确验证在史书的记载上。如果你仍然心存怀疑，那么我们可以再谈谈现代名人实践了了凡四训的真实故事验证。被誉为日本经营之圣的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在年轻时也有缘拜读过这本了凡四训，因此他立即顿悟当中的道理，并将其奉为管理和经营企业的圣经。详读了凡四训的他也曾经说过，唯有极致的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因此他不仅注重于个人利益，更重视为他人制造机会，甚至愿意做出自我牺牲。因为他在读过了凡四训后，稻盛和夫先生深信，利他之后，上天自然会降给我们无数的恩泽。他的企业理念也深受其他企业家的尊重和影响，被广泛视为成功企业家的典范之一。稻盛和夫先生在1959年一手创办京瓷集团，从此开启了他在商业界的传奇之路。1997年，他自京瓷退休后，却在例行体检中被诊断出患有胃癌。虽然手术成功，但此事令他深思人生。同年9月，在京都出家修行。这段境遇与袁了凡当初看破命运无法改变的情形类似，进而闭门修行。袁了凡也是在这段期间遇到云谷禅师的开悟而重新改变人生。2010年，稻盛和夫先生应民主党鸠山政府的3顾茅庐下，以78岁高龄出任日本航空会长。他成功扭转了日本航空的破产命运，将公司重新带入盈利轨道，带领公司度过了这场危机，最终创造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辉煌成就。从此，稻盛和夫先生拥有了日本经营之圣的称号。稻盛和夫先生他的传奇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在商界中，他可以说是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他将了凡四训奉作神书，并透过实践其中的智慧，活出了如此传奇的一生。能从一位日本人口中推荐大家去读了凡四训，相信是对了凡四训最有力的一个背书。我们可以更加相信了凡四训改变命运的力量。若你依旧心存疑虑，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另一位晚清政治家曾国藩是如何高度推崇了凡四训的故事。说到晚清政治家曾国藩的一生，与袁了凡的一生对比，你会发现他们的发展极为相似。袁了凡出生于1533年，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两人相差278年，且曾国藩更是宗圣曾子70世孙。大家还记得了凡四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提到的冯卓安与孔子祖先的故事吗？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故事。冯卓安太史之父，为义祥生，隆冬早起复学，路遇一人，倒卧雪中，门之，半将矣，遂解己棉裘一之，且扶归就苏。梦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至诚心，吾遣韩琦为孺子，即生卓安，遂名其。冯老先生救人之后，夜里梦到一位天神向他宣誓，你救人行为完全源自一片诚挚之心，因此我将派韩琦投身到你家，成为你的儿子。而韩琦是谁呢？他是宋朝一位文武兼备的杰出官员，在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担任过10年的宰相，是一位杰出且与范仲淹齐名的大人物。等到后来冯卓安出生了，于是命名叫冯琦。
后来官拜礼部尚书。袭严氏将以女婿叔梁纥，而立续其祖宗积德之长，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孔子称舜之大孝，曰：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皆治论也。是以往事争之。从前有一姓严的人家，想要将女儿嫁给叔梁纥，也就是孔子的父亲。严姓家族细细检视了孔家的种种行为，发现孔家祖先的积善之德非常丰富且历久弥新，所以预知孔家的后代必定会兴盛昌隆，而孔子即为孔家的后代。孔子的后世子孙也都是发达荣显，曾子对于后世人的贡献不亚于孔子，而曾国藩是大家公认的晚清时期的重臣、名臣和功臣。从冯卓安与孔子祖先的故事得知，都在说明因其祖先积德之长，子孙大多荣显贵盛。因此，当你经由无名小编介绍曾国藩的一生后，你可能会相信曾国藩或许真的是袁了凡投胎转世，而袁了凡投胎转世为曾国藩，或许也是想让世人再次见证了凡四训是本逆天改命的宝典的事实。晚清史料记载，曾国藩本名子成，字伯涵，号笛生，生于1811年，卒于1872年，湖南湘乡人。他是宗圣曾子70世孙，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也是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以及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他在阅读了《了凡四训》之后，深受启发，将其视为子孙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其实曾国藩从小就很聪明，读书非常厉害。他在23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人，28岁就考上进士了。而袁了凡可是53岁才考上进士。然而曾国藩年轻时也是庸人一个，性格冲动，血气方刚，得理不饶人，还轻浮浪荡，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也为他的仕途埋下了隐患。比如他考中进士后，亲戚朋友便纷纷前来请教，但他常常凭借自己是进士的身份强词夺理，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见解无可置疑。在曾国藩老家啊，人人都忌惮他是进士，都要让他3分，对他敬畏有加。后来曾国藩前往京城的翰林院，却因为那里的人都是进士，对他这样的个性不以为然。有一次与翰林院同僚争论问题时，因为没有争过人家，最后竟然闹得拳脚相向，更加激化了大家对他的厌恶。翰林院的同僚们纷纷远离他，就连他的老乡也渐渐疏远了他。另外有一次他去拜访同僚，看到对方心爱的小妾貌美如花，竟然言语挑逗起来，显露出内心的好色恶念。年轻时的曾国藩是个人又浮躁，脾气又差，又虚伪傲慢，又特别好色，又爱白显的公子哥，跟一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啊。感觉袁了凡还比他谦虚收敛呢。其实曾国藩早在23岁考中秀才的时候就读过《了凡四训》这本书，当时也效仿《了凡四训》立命之学的袁了凡，曾国藩也将自己的号改成了笛生，立志洗涤其荒唐而重生。所谓涤者，取涤其就染之污也，意味着清除旧有的染污。所谓生者，取自《了凡四训》的教诲，就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余初好学海，是日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我原本自好学海，但自从受到云谷禅师的开示后，便改号叫了凡。这是因为我领悟了立命的道理，不再愿意与凡夫俗子同流合污，将凡夫俗子的迷惑一扫而空。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即不生子相，尽情改刷，勿要积德，勿要包荒，勿要和爱，
勿要习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在生之深也。你如今既然已经了解自己的缺点和过失，就应该全力改正无法获得科第功名和没有儿子的原因，彻底的去改正。务必一定要行善积德，对人和事都要拥有宽容包容的心，对待他人要更加和气慈爱，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的精气神。从前的种种缺点过失，就如同昨日已死，今日开始的你就仿佛重生一样，重新开始。这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全心愿意行善积德、改正过失的自己了。所以，即便曾国藩年轻时已读过《了凡四训》，并且下定决心洗心革面，改正自己的行为，折节读书，努力向上，学习做人，结果他肯定没有悟透《了凡四训》其中的奥妙，并未真正认真实践，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直到后来在详细阅读《了凡四训》多次后，终于在28岁左右悟透了自身的种种问题。从那时起，他开始每天坚持写日记，反省自己的言行，逐渐转变成一位伟大的学者，最后蜕变成了一代大儒，官至正一品。因此，曾国藩可以被视为《了凡四训》这本书的忠实粉丝。正是在悟透这本书之后，他才开启了长达30年的自我修养和反省之路。而曾国藩他改过的方式其实就是写日记，甚至还请教了当时许多有学问的人，结果这些大儒也是建议他写日记。但其实曾国藩不用请教别人啊，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早已说到写日记改过的方法。大家还记得《了凡四训》第6章立命之学中袁了凡到保底县当知县时做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于至空阁一侧，名曰《至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悉付门役，至案上。所行善恶，先悉必记。夜则设桌于庭，孝照月道焚香告地。在我担任保底县知县期间，我准备了一本里面有空格的小册子，我称之为治心篇。每天早晨起床后，当我坐于堂上审案时，我会让家人将这本治心篇交给看门人，摆放在公务桌上。我会记录每天所做的善恶事，即使是微小的事情，也必定会记录在治心篇上。每到夜晚，在庭院摆上桌子，穿上官服，我会效仿照月道焚香祷告天地。上述文章引用《了凡四训》的内容，其实这就是袁了凡教大家要写日记改过啊，并且他还附带提醒大家，不仅仅是写日记，而且还需做到以下方法，写日记改过的效果更好。方法如下：故发愿改过，明须凉棚提醒，忧须鬼神证明，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17、27，以至1月、2月、3月，必有效验。在这发愿改过，也需要相应的助力。在明的地方，最好有益友提醒督促；而在暗的地方，则要时刻警惕，意识到鬼神正在观察，并见证你是否真心努力实践改过的愿望。只要一心一意的忏悔，从早到晚不停的努力，如此持续忏悔的过程，或许经过1个7天、2个7天，甚至1个月、2个月、3个月，长期坚持忏悔下去，
必定会见到有效的成果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试着用写日记来改正自己的过失，甚至放下身段，把日记交给别人去审阅，让朋友来监督自己去改过。即使现代人很少人在写日记了，但可以采取新的方法，比如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Facebook， 将自己的心情和反省日记写下来，并标注好友，让他们来监督自己的进步。或者可以拍摄影片并上传到油管、YouTube、IG、Instagram、抖音、TikTok 等平台，同样标注更多人，让更多人知道你正在努力改变自己，并给予你鼓励或批评。这样的做法能够激励你不断进步。大家可以多方面尝试，只要走出第一步，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像袁了凡在《了凡四训》说的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17、27，以至1月、2月、3月必有效验，每天都朝着更好的自己迈进。相信这样的努力终将会取得成功。曾国藩在坚定写日记改过，努力实践了凡四训后，他的命运似乎开始有了转变。他不仅在自我修正和学问上都有了显著进步，性格也变得更加谦虚、有耐心，做事更加细致、勤奋耐烦，学习效率也得到提高。大家都知道袁了凡是用考试来印证命运的转变，那曾国藩怎么印证呢？别忘了他还在翰林院学习啊。之后翰林院的大考突然就来了。翰林院是清朝的学术机构，所以说在这里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那既然是学习，肯定就有考试了。考得好的当然升官发财，考不好的可能还会被降职呢。而且翰林院为了验证考试的真实性，防止有人作弊，所以翰林院的考试都是突然宣布的，从不提前通知，宣布后就考，让平时没有准备的人一下子就被考试刷下来了。而曾国藩刚好正在努力改过及修炼自己，这段时间他勤于自律，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翰林大考中，他竟然考取了第6名的好成绩，这让他从7品的翰林院检讨一下子连升4级，居然立刻升为了5品的翰林院的试讲。如果当时曾国藩还浑浑噩噩的在翰林院学习，想必这次翰林大考的成绩肯定很差，甚至可能被降职呢。这也证明了实践了凡四训从天而降的机会可能马上就来，只是怕你没有准备好。只要准备好，抓住机会，就会如同曾国藩一样开启了他的开外挂的人生。他在官场生涯中，他创造了多个纪录，10年7千，连升10级，1月成为2品的内阁大学士，这在当时确实是罕见的，也就是相当于从一个小小的副处长直接升到了国家中央的副部长。在当时朝廷来说，38岁能当那么举足轻重的高官，可以说是升官第一人。这证明曾国藩实践了凡四训，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他原本浑浑噩噩的命运。确实，有人可能会说曾国藩可能就是运气好啊，恰逢他努力之际便有了翰林大考的机会，才让他一路高升。但了凡四训不是就是本改变命运之书吗？曾国藩从一个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变成了享有好运的人，开启了他的开外挂的人生。这些变化都是在他实践了凡四训之后逐渐发生的。尽管改变不易，有些人一生都难以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但如果你不去改过，又怎么可能改变命运呢？如果你放弃改变，命运的齿轮就会束缚你一生，那你就活该就被命运齿轮束缚一辈子。此外，暂时的好运不代表你一辈子都能享受好运，你难道不想一辈子都拥有好运吗？所以说，了凡四训第7章节改过之法也告诉我们，然不得只此自高，化而不进。即使在好运时刻，也不要自以为已经很了不起，停止改过求进步，否则命运可能再次翻转。因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时刻都要警惕自己。1852年，曾国藩41岁时，奉旨主办湘军，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叛乱。这又与袁了凡在60岁直方司任中也在面对类似的挑战。当时日本侵略朝鲜，宋应昌奏准请袁了凡为军前赞化的职务，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就是那么巧合，曾国藩和袁了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相似的命运安排。这2位文人都面临着文人带兵的艰难挑战，他们在战争中的角色也相似，为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相似的命运安排反映了历史上某种奇妙的轨迹，让2位截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实曾国藩一开始也是被太平天国打趴在地，常常被太平军打哭了好几次，甚至输到投河自尽。但曾国藩即使打败战，依旧且战且改，遇错就改，并将湘军重新严格的训练。这时候
了凡四训神奇改命的运气再次降临在曾国藩身上，连天地鬼神都要来帮曾国藩啊！因为此时的太平天国自己内部出现了矛盾，内部开始分化，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才逐渐取得优势，逆转战局，最终成功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曾国藩与徒弟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年间封一等一永侯，著有《曾文正公全集》一书，享寿61岁，而袁了凡享寿74岁，两人的一生发展非常相似，是最能验证了凡四训改命之说的最佳证明。凡事有褒必有贬，在推广了凡四训的同时，我们应持开放心态去看待反对了凡四训之说的声音。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称那些奉行功过格的人是在与鬼神交手为是。明清著名经学家张二奇则指责袁了凡就是在推广与天地鬼神为是。明末大儒刘宗周对了凡四训亦有驳斥，并提出了质疑。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更是严厉批评袁了凡是在画地成牢以陷人者。似乎这些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对于了凡四训的批评，显示出他们对于将信仰与个人利益相混淆的关切，认为这种方法不足以作为普世价值的推广。我们可以以圣经为例，圣经一直是全球印刷量和销量最高的书籍之一，并且拥有最多的不同语言版本。根据估计，每年圣经的销售量超过6000万本，总共已累计发行40亿本。然而，反对圣经的声音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一些宗教界重量级的人物也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这是否意味我们应该否定圣经的价值呢？吴明老师曾经指出，世间万物皆如太极，存在着阴阳之分、善恶之辨、褒贬之别，唯有达到太极的平衡状态，才算是完美的状态。因此，当我们推广了凡四训时，也应该愿意接受各方评论。在这里举个例子，来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他在《水知道生命的答案》一书中发表了这一系列实验的结果。实验中，他将不同的文字贴在水杯上，如善良、感恩、爱，以及负面的词语如恶魔和希特勒等，然后观察水的结晶形态。结果显示，水在贴上正面词语时结晶美丽完整，而贴上负面词语时则出现支离破碎的晶体。这些实验引发了对水是否具有记忆和感受能力的讨论，以及人类思想和情绪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当我们对水说出充满爱和感激的话语时，水的结晶会呈现出美丽的几何图案。相反的，如果我们对水说出负面的言语，则水的结晶将变得丑陋、混乱而无序。还不止这样，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引人入胜。除了将不同的文字贴在水杯上观察水的结晶外，他还让水聆听不同的古典音乐，如巴赫、贝多芬和肖邦等，发现不同音乐对水的结晶形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了一种似乎超出我们对水本质的理解的现象，引发了对水是否具有记忆和感受能力的热烈讨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江本胜博士的实验结果令人惊叹，但一些科学家尝试重复这些实验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甚至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一些人将这样的实验归纳为伪科学，并对此提出了批评。那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否定江本胜博士的说法及实验呢？或许，我们不应该完全否定江本胜博士的研究，而是应该持开放态度去了解并等待更多科学证据的验证。以上例子让吴明老师联想到了凡四训中的第3章积善之方中，天目山的高僧中峰和尚开示众人说的一句话。中峰云：未必然也。众人立言其状，中峰皆谓不然。中峰和尚再次指出，你的看法也可能不尽正确，并非一成不变。众人列举了各种日常善恶行为，但中峰和尚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们的说法未必全然正确。中峰和尚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能仅凭自己的失败来否定一件事的真假。毕竟，当涉及到人的因素时，不同的人进行实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为人的意识和心态对实验结果也会产生影响。吴明老师再举个例子，
同一首歌让不同的人去唱，会给人不同的感觉。有的人唱得很有灵魂，但灵魂这个东西人看不到，但是却能够感受到，而这种感觉就是用科学也解释不了的。但你不能去否定他唱得很有灵魂。就像同样的对一杯水说我爱你和我恨你，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带出的讯息强度也会不同，当然得到水结晶的状态也不同。所以实践了凡四训在于你相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如果你相信，自然而然能借助了凡四训之力去逆天改命。然而若你始终不相信，用怀疑的态度去质疑了凡四训，那么你再怎样实践，或许也难达到逆天改命的境界。当然就会认为了凡四训是与天地鬼神为誓，画地成牢以现仁者。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评论是怎么看呢？现在让我们一起努力踏上实践了凡四训的道路上。无名老师期望大家最终都能够实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成果，并且经由行善积德，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福报延续子子孙孙，长长久久。在这段了凡四训修行之旅中，我们与无名老师一起深入探索了了凡四训所传达的智慧。在2024年启用全新的实践方法，重新学习从谦德之孝到积善之方，并借由立命之学坚定内心信念，最终用这3大法宝去实践最难的改过之法，最终完成整个了凡四训 2.0 全新的逆天改命的修行之旅。我们不断的学习、实践、探索自己的命运与人生，这不仅是一场关于个人成长的马拉松旅程，更是一次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索。在这条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挫折与困难，或许会受到外界的质疑与批评，但正如无名老师所言，信念与坚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我们都要坚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命运可以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变。而无名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在这分享与讨论紫微斗数相关话题，诚挚的邀请您动动手指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选择接收全部消息。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也请点个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此外，我们热切期待大家踊跃使用超级感谢赞助的功能，这不仅是对无名老师频道的实际支持，这些赞助更将直接帮助提升我们在影片编辑、录音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水准。您的每一份赞助都是对无名老师创作的重要支持，有助于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内容。感谢您的慷慨支持，共同见证无名老师频道的不断进步。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首页扫描 QR Code， 加入无名老师专属的LINE群组或 FB 社团，这样您就能更深入参与我们的社团讨论。敬请期待下一集的节目，再会。最后，无名的师傅说，你的人生仿佛一场战争，我们应该选择最好的策略去赢得人生这场战争。所以，上策是人生能自己逆天改命，工具是了凡四训；中策是人生学习命理，趋吉避凶，工具可以是紫微斗数或其他命理咨询。下策是人生只得任由命运摆弄，唯有突破自己走向中上策，人生修行才叫完成，否则这辈子修行不及格，依旧得无限轮回，直到完成属于你专属的功课。最后，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向那些无私奉献推广了凡四训的同道之人致以诚挚的感谢，他们的努力和付出让这份智慧得以传播，让更多人有机会走向改变命运的道路。愿我们共同努力，实现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理想，让善行与智慧的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的人生。无名老师，感谢有您，再会。
此影片漫画素材取自马来西亚全职漫画家林巨勤先生的《了凡四训》漫画版本。再次感谢全世界那么多无私奉献、推广《了凡四训》的同道之人，一起努力引导大家走向实践《了凡四训》的道路上。期望大家最终都能够实践命由己造、福自己求的成果，使福报延续子子孙孙，长长久久。